全新雪碧加茶，透心凉爆茶爽。本节目由巅峰爆爽合伙人雪碧独家冠名播出。拉开乐宝，想怎样就怎样。本节目由懂音乐的潮流玩家乐宝啤酒首席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潮流造浪官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巅峰 Flow 上淘宝，潮流 Web 刚刚好。全新雪碧加茶，透心凉爆茶爽。本节目由巅峰爆爽合伙人雪碧独家冠名播出。拉开乐宝，想怎样就怎样。本节目由懂音乐的潮流玩家乐宝啤酒首席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潮流造浪官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巅峰 Flow 上淘宝，潮流 Web 刚刚好。赛场秀 Flow 浓密靠 Pro。本节目由欧莱雅 Pro 防脱黑宝瓶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络选中国移动。顶配开局就现在！本节目由游戏账号交易平台盼值 APP 赞助播出。听看唱完，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听节目上晚音乐，顶级押韵尽在网易云音乐。上汽水音乐 APP 听巅峰说唱，随时随地懂你想听。咪咕音乐，你的国风主场，畅听巅峰说唱。巅峰赛事回归，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六18点抢先见证说唱名人堂席位争夺战。本轮名人堂挑战赛开始。比到目前这个阶段，我还没输过，所以我期待一个人能今天刺激我一下，让你输一试。我觉得梦想还是要先敢想，万一实现了呢，就打艾热。帅，肯定有觉得我不配在这个位置的人，所以我真的无比欢迎他的挑战。我就得打最强的，我觉得我也有实力能跟吴嘉勋坐在一块。漂亮！特别是大家公认的词王，我给自己封了一个叫曲王。那我们词曲对决一下，应该也蛮有意思的。别走吧！我希望你有强大的作品，我们来比一把。Let's go！ 以我喜欢的舞台和表演方式做到名人堂的席位，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哇，太帅了！到了这一轮，我就变成一个撕咬模式，谁来了我都把他干掉。我一直很久没有什么热单了，我要证明我自己。今天我会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跟你们讲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我。我很喜欢这个歌，但是这轮可能得输。我们形成精彩的对决，比输赢更重要。要把我登上名人堂一路上所有的障碍全部都 pass out。感谢你们来参加我说唱的成年礼。对我来说，可能更像是流水账式的日记。我在想我要刀头。让我们看一下蛋壳的票数是。哇！等会儿，我台本里没有这段。欢迎大家来到爆爽合伙人雪碧冠名播出的说唱巅峰对决2026。大家好，我是海涛。爆爽10年，巅峰相见，让我们一起活出你的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雪碧说唱巅峰对决赛事组成员时代少年团严浩翔、谢帝。同时欢迎我们的说唱好友卢刚旭，欢迎 Mercy， 欢迎 Timmy 老师。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本轮的比赛规则。本轮名人堂挑战赛为个人战，6位胜者 rapper 将向3位名人堂的成员发起挑战。每位名人堂成员将迎接2位挑战者，形成3人排位战。每个人表演结束后，由我们的170位的观众代表、3位说唱好友以及2位我们赛事组成员构成1人1票，一共是175票。每组排名第1的 rapper 获得名人堂的席位。
另外呢，请各位 rapper 要注意，在追求舞台效果的同时，请严格遵守现场录制规范，如出现影响现场人员安全、设备安全等违规行为，导演组将视情况进行扣票处理。本场比赛由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公证处全程监督，确保投票真实有效。欢迎你们的到来。那接下来，请问一下名人堂的成员，现在有没有想要对即将 call on 你的 rapper 说些什么？6个一起上吧，来选我。比到目前这个阶段，我还没输过，所以我期待一个人能今天刺激我一下。让你输一次。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头很铁，来。我像那种武林小说里面的武痴，我希望赢得正大光明，输得心服口服。你有强大的作品，我们来比一把 ，Let's go！ 我现在非常激动，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肯定有觉得我不配在这个位置的人，所以我真的无比欢迎他的挑战，来吧，挑战他。那么各位 rapper， 你们现在可以做出你们的选择了，来吧，做出你们的选择，做出你们的选择，做出你们的选择。我们将通过抽签决定 cut 顺序。是亚米或者雨果其中一个。第一位拥有挑战权的是 Top Bearing。很爽啊，可以随便选，因为就不会存在就是谁想选谁，谁被选走了。我的想选的对手被别人选走了就会很难受。蛮想选我自己的兄弟 Rapier， 但是我觉得要打就打到最强的，爱心里。哎，可以，头真铁。我戴了安全帽。我有那么一瞬间想过 Rapier， 但是算了，我觉得比起跟我的兄弟争个高低，还不如我把最强劲的对手打败之后，和我兄弟一起坐在那个地方。第二位是。第二个是雨果了。Bridge。我和 Rapid， 在我心中，艾热和功夫胖两个又是我兄弟，所以说在这个点上面，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节奏啊，就这个样子。感谢。第三位，亚米。Oh, let's go。觉得既然命运把我推到了这里，就证明了梦想要先敢想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我要打艾热。我一直觉得艾师傅特别强，如果是按照正常流程的话，不一定能跟艾师傅对得上。那有的选的话，为什么不玩一下呢？第四位的话，盛宇。来了，宇哥会选谁呢 ？Rapier 吧，他不可能打功夫胖吧？要不我们两个能不能换一下？啊？你想那边吗？对，可以商量嘛。不好意思，不可以。艾师傅的舞台真的是理财产品吗？就赢了血赚嘛，输了也不亏嘛。功夫胖吧，功夫胖吧。对，我不可能选功夫胖嘛 ，Rapier。Peter 被围剿了。你虽然给我功夫胖和 Rapier， 那我就是没有选择，我肯定是选 Rapier。所以，将要挑战功夫胖的话是蛋壳和 Vince T。来 ，Vince T， 如果你有选择权的话，你会选择谁？其实我首选是胖别，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大家公认的胖别是词王嘛，对吧？我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叫曲王，说我们词曲对决一下，对，是这么个情况。胖别刚才在台上说的话，其实挺触动我的，能用好的作品去呈现，练一下玩一下，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很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蛮好的。
最想对战的倒没有，但是 Repeater 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哎，我觉得他很帅啊，他坐在上面很好。那么现在，请 Call Out 名人堂成员艾热的2位即刻前往舞台，开启对决。Let's go！ 交给你了。对你负责把艾师傅弄下来。我们啥子？野狗棒，耶！我觉得艾师傅心里面可能会想，你们2个也配，就可能 Tallberry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反正这一轮没有淘汰的压力，那我们就挑最强的打，万一打赢呢？主要是战斗爽，不是输赢，是战斗爽。首先要来到舞台中心的名人堂成员是艾热。Let's go！ 我们是这儿钉子户，我们得留下来，真的。能被挑战就是一个比较激动的事情。其实谁挑战我都 OK。Barry 是因为打个翻身仗，但是 Yami 选艾师傅我没有想到，我觉得很酷。我觉得 Tallberry 很有机会冲上名人堂，只要跨过艾师傅，跨过亚米，就离我们野狗帮成功最近的一次了。我会觉得艾师傅是稳的 ，Barry 就像是那种勇于去挑战强者的孩子，然后亚米也是一个就是很有冲劲的女孩子。让我们欢迎 Yami、Tallberry。给我点心药上好吗，无锡？他连说话的气势都匹配他的衣服。我很荣幸我能来到圈子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节目《说唱巅峰对决》。我觉得人在职业生涯里面能来这种节目的机会寥寥可数，那个成语怎么说？寥寥无几。不好意思啊，屈指可数。你对不对得起你的校服？嗨，你这是。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来这儿就得挑强的。我觉得我就是头铁，我就得打最强的。我觉得我也有实力能跟吴嘉勋坐在一块儿。今天晚上是你们给了我底气，我觉得梦想还是要先敢想，万一实现了呢，就打艾热。帅！我们就认真的表演，真的，我很激动，我等了1天了。来吧，对决马上开始，把舞台交给艾热。谢谢。好想看看他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90后可能是最后一代从这个没有智能手机到有智能手机过渡的这种，所以说现在真的科技发展的太快了，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我们人才是那个最繁琐、最复杂的东西。这次带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超级电脑》，意思就是说，在这样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作为人永远不要低估自己，是我们人类创造了至少目前我们看得到的这一切吧。其实我们人才是超级电脑。今天我会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跟你们讲，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我。
数字我不接受，结果小头条大道都不泄露。几个人一个立场撒开耍，灵感觉得心意归去就被撞到，可代价是你得接受。信息还是需要信心，生存是个战场，定息还是寂静。我的所有灵感都源于自我竞争几个字，一个点标志特殊性的幸运。昨天我的对手还填不饱的胃，峡谷里的梦魇他们跑不了的嘴。仅仅只有眉头脆，鲜血真知大无畏，然后呢还有谁？我想感谢你们跌过，但我爬出我的跌过。这个游戏不叫艺术，放手打个响指，我选的对手就遁入水窝。锋芒毕露，但这方式需要进步，需要更多年轻人都走起来的技术。古往今来都是一门记录，先学规律，再把智慧化作艺术，拉开架势赛的虚无。他是发自肺腑，随你看，被你追溯，翅膀飞的男子汉，如今换我鼓掌擂鼓。世界更多的羁绊，更多规则，转来转去还是得看，就像最初。心境变化了，所以宝贝再不回顾。时间在飞逝，不管你骄傲还是回顾。看来看去，不再盲目，我也废物，不是再多依旧闪烁，但我再次来个维度。Atlama ya atlama, kendilekten atlama. Gele şimdi oylasan, yine şimdi oylama. O diyorlar akşamına, sevgisi bu akşamına. Olup kalmayı mendime, lenge bu kıyılar senam. 我想我需要一种心，这个心不是你口里的跟风或者模仿，不过是通过艺术利用精。我是太大烧的自我，如果能叫你动心，甘愿当个笑话，我试着不违心的去动听。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誓也发过言，伤口人他发着言，把怪我做不到花式卷。架空政府躯壳，索性街上无极点了那些个跟不上的看客，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里，火鸡蛋冲动起来不动力。三言两语，苏格拉底、巴比伦拿不到侏罗纪，为知人生物的归宿，非是被吹散向那些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地。罗曼蒂克消亡的过程太诗意，肆意的周游看尽千万家灯火分离重聚，不可思议那些过目不忘的尴尬，大多的奥斯。不解释，朋友不解释，即使单走近在咫尺，但我想换一种介质。看遍了意外后的昏暗和套路，这道路让我确实大变样的傻傻的做不到，要想夸父助力。是我在指引我的神经，不是你嘴里嚷嚷的心思。我在当下，我的内核坚定，不需要繁琐的心智。这臭毛病爱信人，经常性的关不上心门，在反省着安慰自己，也许明天又是个新人。这世界需要虚头巴脑，需要血气渲染，多一些装扮，多一些巧思和头脑风暴的荒诞。真正的强硬细致温柔，不是随便找，挺身而出，胜利反应不应该是计划好的。他是头强，他是匕首，他是摇钱树。现在条件好，是因为过往的寒天条件苦。父亲离开我，流干了眼泪，现在我讨厌哭。字典里就没有福气，就像科比，我特别。谁不渴望追着风？谁挂着微笑谁议论？谁不在拼搏着为了将来可以骄傲地说曾追过梦？因为我给几分，耍火的眼我看谁都是太幼稚，被迫冷水我教的，被大量的受到了后不停写，不停刷，爱看努力消累。这张是刻意的暴露的，随便你消不消费。超级电脑是你我本身不便宜，但也不高贵。在这个夸张的生活中，我就问你，花样被谁给遭罪？所以别害怕被执念摇摆自之后再去下笔，拥抱自己，信任自己，别计较付出的性价比。吃一堑，长一只记得打伞，若下次再下雨，别怕污染和渗透我们的体内自带。自己唱，自己悟，自己惆怅，自己吐。痛苦是事实的必须，平均范围是与不是。那些好奇心和欲望不甘心的才是礼物，但不要困在矛盾里。如果你想领会，关闭了手机和电脑，明明你还在运作。如果你眼里还有光，双眼还能映射，他人的宽容吝啬会干涉你双拳紧握，所以别信千疮百孔的自负，却别谁一定错。强化了，不要盖头晕了，强化了，哦。他这个对于观众来说可能会比较难懂。
这只有他能写，他这个难度很大。他现在已经到这个境界了吗？他这么说，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对啊，我不知道我来这唱这歌在干嘛。还搁那唱情歌，我有点怀疑我做音乐的动机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有点太高级了。我们想去试图理解这个音乐，但是艾师傅把我们关在门外，说你不配听。看不懂，看完就定住了，有点晦涩难懂。他想表达的东西很复杂，但是在这么一个竞技综艺的舞台，大家接收到的东西可能不到70%-80%吧。没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第一反应就是我场换了，没进去。我也理解他唱这个歌是为什么，但是我主观上没听懂。我感觉挺能看懂舞台是，其实是它能呈现出来给你吗？对啊，在我的理解里面，它就像是一个快要被 AI 同化掉的唯一暂存理性的人类，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所以他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直到最后他交代完所有的事，他坐在椅子上被同化掉。艾师傅每次说不放大招，每次放爆他的招。他是立体型的艺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现在非常欣赏的。他在试图去让我们返璞归真，不要被太多的电脑那根网线牵着。哪个是你的样子？I like， 是帅的艾师傅。艾热他选择用这样大胆的方式，我觉得艾师傅就不想要做一个固步自封的 rapper， 他继续在攀登巅峰。震撼，很恐怖。来吧，巅峰财团，现在各位可以开始投票了。我还是要投。我觉得艾热老师在这首歌里表达了他对自己的一些自我剖析啊，和对自己的一些非常深刻的思考。我觉得真正高级的音乐或者词汇表达是你说出一句话，但是背后的含义是你可以在脑海中思考很久，并且很难用一句话去解释清楚的。我觉得这是这首歌很高级的地方，也是我为什么觉得艾热在这个舞台上像一个艺术家一样，而且我必须要把这票投给他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舞台，它的舞美设计，它的 dancer 都非常的到位，但是这首歌的立意对于当下来说有点难以消化、难以理解，我们并没有能够立马 get 到他那个点。这一票没投给艾师傅，在这种一个竞技舞台，根本感受不到他想要表达的事情。确实要配这个舞台看，光听的话确实太难了，门槛太高了。我完全受不了这种舞台，我听都听不了，我听不了。我只能说艾师傅还是艾师傅，就是他带来一个不管是视觉上、听觉上一个都很新，包括都很有一个接受门槛较高的、很让我震撼的一个舞台。对，我很喜欢这个舞台。虽然说我觉得艾师傅这首歌就是如果放到这种竞技性的这种上面，好像感觉不太合适，因为比较难懂，但是我还是把这票投给了艾师傅，因为我会把这东西当成一个有表达的一个艺术的表演形式去看，所以说我觉得我在我心目中这一张票我是必须要投的，我是这样想的。对，我是投了的，说让歌手想要做更大胆的内容，在音乐中探讨一些更有探讨价值的内容的东西，我觉得是应该值得鼓励的。我是喜欢说唱的门外汉，最土的土鸡蛋。我很意外的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深度这么高的音乐作品，这一票我给了。同时，我也希望艾热保持骄傲。谢谢。我没有投给艾热，因为这个表演其实有一些不明觉厉的感觉。我也仔细看了其中的歌词，我的感觉就是说他的有一些的意象，他的拼接会游离。对，在这个作品里边会听到一种割裂感和焦虑感。你自己总结也是很晦涩、很抽象、很枯燥。不过跟我要发 EP 了和王以太的，还是那种大家愿意听的、喜欢听的。就我可以成为任何一种我，但是当我在探索我自己的时候，就一直在这种晃，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我。我会好好回去再听听作品。谢谢多面的艾热。他唱完之后，所有人唱的歌都像小儿歌一样。
何时都不绝对，我的 freestyle 还有谁会？衣服得穿羊毛地倒挂，外卖加单人沙发，炎炎夏日加小米辣，大跑大架，并着王法，有实力欢迎你打岔。小心我一打岔打成了王炸，就像我手里拿的这瓶雪碧加茶。Yes sir， 这一瓶雪碧加茶就能赢，自带气场爆出茶爽，热浪退让不虚名。柠檬味气泡冰，再加茶爽自然淋，雪碧加茶爆茶爽，让气温骤降不能停。就是这一瓶雪碧加茶加，碾压全场，爽力爆发。就是这瓶雪碧加茶，爆茶爽，爆爽一下。来吧，接下来把舞台交给 Top Berry。高中生硬架，我今天穿了一个这个高中的校服，这个校服见证了就是我从什么都没有到变成 rapper， 卸去了 rap star 光环之后，我是一个18岁的普通的人，我就平时就是本来就该穿这个，给大家看到最生活化的、最真实的我。现在这是19岁的我，带你们认识一下18岁那个在珠海第3中学教室里的我吧。感谢你们来参加我说唱的成年礼。唱完这首歌，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Yeah, about my 18 years. I hate a voice, the time go fast. 是水马龙，有8点半。Back on my rap stage, a lot of fans, you know， 让他们耍得开心 ，It's always been my type. I hate a voice, the time go fast. 也忘了声人唱走出 ，That man I heard it twice. 那声音问我这种奇怪的个性谁惯的？因为这太多诱惑了，但还好我的心没烂吧。14岁我要寒窗苦读不敢混，15岁I got hit会加入上不敢很疼，16岁发誓应该混得更有一点，17、18他们现在学会再不用冷眼看人，他们现在先叫我 Top Berry 再叫真名，和家人待在一起才能感到真情，在亲戚面前付了大餐馆的账，我跟我妈说随便点，她第一次说我儿子真行。汗都没白流吧，至少现在 all is worse， 去年还是那一轮 ，so nobody can make me hurt。抢你的饭碗，因为没有天赋看你们 ，I don't care about these， 他们够不到我的教练。Winner， turn on the internet， 是句话就句假，疯狂当间内假，是评论多到我手机卡。我想比较像纵横蒙蔽双眼的人，真的傻，但我理解他们的天性都是凑对喜欢。Thankful all my fans， 他们带着思考听我歌 ，Give me more passion， Give me more cash，Give me more love。对着屏幕发笑的阴阳发表情包的 ，I might think it too， 你们只是想量，并不恨我吧。我们都总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但总得搞明白，我们这辈子要咋活吧。我不会放弃，半夜哭的时候靠啥过的 ，And I'm always on your back， 老陈唯一告诉我的。Live by my 18 years，Live by my 18 years。Live by my 18 years， 不只是减去水花，我想再往前一点。Live by my 18 years，Live by my 18 years，Live by my 18 years， let it love become my wings， 他们让我飞进。When I put my suit on，I put that jeans back，I try to move on，to face my street life， 踏不出我的土壤，因为比谁都干的勤快，但我发觉这条路上看到的比啥的精彩，我不能停，我比以前更加想说了，不唱流行，不想掌握，我不想掌握的，把我当抬头看的人们，抱歉你选多的 ，try to be true， 18点马孩，我就是个。我就是我只用音乐治你伤。我们那么完美，但也没你想的那么脏。老师种的树，在德国跟脸颊昂的光，浇的水不靠眼睛，更不靠脸皮上的妆。我现在越活越像个 rap star。当 me and my friends 感叹时间太快，当我身边的兄弟开始走向海外，当我画的头衔也开始变得身经百战。这首歌是给所有爱我的人写的，找不到的方向18的天，我看着颜色，现就连我初中吵过架的同学，他也说再也不是随便适应这节奏的。我经历过的所有黑藏最好的作者，我会越走越高，直到我顶破天。成年礼对我来说这是走过场，因为我知道写出发起的那刻我就已经成年了。Live by my 18 years，Live by my 18 years。Live by my 18 years， 不只是卷起水花，我想再往前一点。Live by my 18 years，Live by my 18 years，Live by my 18 years， Let it up become my wings， 他们让我飞进去。
Look by my 18 years. Look by my 18 years. Look by my 18 years. 不只是前去说好，我想再往前一点。Look by my 18 years. Look by my 18 years. Look by my 18 years. Light it up, become my wings. 他们让我飞进去。我叫 Tal Berry， 我会。越走越高 ，Let's go！ 本来18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整体情绪非常带动。Berry 的现场能力非常好，我为 Berry 感到骄傲的。这首歌也是很有能量，最主要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从幼稚懵懂到开始懂事，其实都会经历一个这种心路的历程。对于他目前19岁参加巅峰对决，把这个歌唱出来，我觉得会是他一个很好的回忆和里程碑吧。我觉得这首歌写的特别好，一下让我回想起了我年轻小的时候热血青春的那个时期的那种傲气，一下就看到了那个朝气蓬勃、少年感的 Tal Berry。哎，写得好，只有这个年纪写得出来这种歌词了。Berry 的这个舞台，在我心里叫做独一无二。每一个优秀的 rapper， 此生只有一次机会，提起笔，写这一次内容。可以开始投票了，20秒倒计时开始。你觉得这个能跟艾师傅的打吗？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更好拿票，你觉得？可能别人听得更懂。我说实话，虽然说是比较偏大白话的一些内容，但是整体的表达也是比较细腻的。这次舞台还穿上了他之前的校服，能很好的把人带入到他的之前那些经历当中。我觉得他有一个歌词写得很好，就是他毕业后赚到了钱，然后请妈妈去吃饭。我觉得这也是算是 Tal Berry 是从校园然后到这个社会上的一个身份转变，孝顺家里人也是一种非常棒的榜样，我觉得非常的好。我感觉他这个舞台是很真诚的，他作为一个18岁的孩子，就是应该做出这样的表达，在什么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舞台展现的也是很游刃有余。他现在相较于18岁也过去了1年。将近2年，他也有进步，是一个不错的表现。你今天唱这个真的有点意想不到。听完你这首歌，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你肯定会越走越高的。本身音乐就是每个人心里面的东西，然后说出来的话变成了音乐。在不同的人听着，能够勾起人心中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你说出来的话，别人心中也有这个点的时候，这个音乐就是成功的。我说不分那么多，所以说这一票我是投给了你的。我投了。其实你每一轮我基本上都投，因为我觉得你是潜力非常大的一个 rapper。你其实驾驭绝大部分说唱风格都能驾驭得很好。我只是个人觉得，这样一首歌对于你来讲稍微有点早。有点稚嫩了，你再过5年再看这首歌吧，你可能会觉得那个时候你还蛮幼稚的，你会有更多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也很期待。我投票了，用了很多这种大白话，没关系，因为最关键别人能不能听进去，你的这个首歌完全听进去了，对，能感受到你的成长。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这首歌的后1/3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个情绪的升华和提升，也许这首歌的质量会更高。票我投了，听感确实好，但我歌词里面我有一个东西想问问你，我不在乎质疑，他们够不到我脚底板。你有没有见过，实际接触过？和你年纪差不多，他们也做说唱音乐，但是他们的音乐没有人听，他们也付出了努力，但是没有得到回馈。你见过这样的人吗？见过很多，因为我有很多 rapper 兄弟，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说唱。那这些人里面，如果有人质疑你，你觉得他们也是够不到你脚底板吗？我想想，这个问题得慎重回答。你慢慢想啊，我先接着说我的啊。我觉得这个歌啊，你当做一个 BGM 听，它确实听感很好，但是你细细一品，再加上你现在的状态，确实有点狂了。这还狂啊！这已经是他最收敛的时候了。要人家孩子怎么办？
我真的很承认并且很认可3位老师对我的评价。我也觉得在那个心态和那个情况下，还有那个水平之下做出来的歌没有这么好，我真的只是想唱而已。我以后绝对会做出来更好的歌。对。Timmy 老师的评价在挖坑，万一他回答错了怎么办？但是 Berry 还是很漂亮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演绎方式，他的舞台设计，就是最完美的这首歌的呈现方式。我们不应该去阻止一个19岁的小孩想告诉大家这18年来的人生经历，因为他这18年来的人生经历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我们得允许他去创作这种歌。pop 的这种就是我是要有自己的那个骄傲，我有我自己的态度啊，就跟什么看不起看得起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每个说唱歌手都会觉得他是最厉害的，或者不会比别人差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态度的表达。Berry 在他的这个年纪做到了他现在这样的成绩，你有这个实力，包括他的歌词状态，都只是他的表演风格，我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对，谢谢 Top Berry。说碰不到我脚底板，问我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觉得以我现在的能力，我对这些东西不做解释，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够不到我的脚底板的意思是我看不起的 rapper， 不管你热度比我高多少，或者是你热度比我低多少，我都看不起你。拉开了包，跳出圈套，我不必再被谁的疑惑 I am 赛道了把我撑腰，当我登上了塔后，该对来我创自己的范儿，过去觉得跑调，快跟我一块随性表达 freestyle， 不必因为风向，不必被谁衡量，太必突破，想张扬就张扬，真正不必设限，我们想怎样就怎样，想怎样就怎样，跟我说想怎样就怎样 ，Let's go。接下来把舞台交给 Yummy。Hello， 大家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老家在广东清远英德。今年是我北漂的第11年了。我的工作、我的朋友、我的生活习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唯一一个没有变的就是想家。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和我一起在外面打拼的游子，希望我们可以在异地闯出一片天。这首歌的一个动机就来源于我爸妈经常会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啊，你幾時返啊，幾時返英德啊，幾時返廣東啊。可是每一次这个问题我都很难回答，那个时候很复杂的那个心情就写了这一首歌。开头我还采了我妈的语音，哈哈哈，我觉得我妈听到应该会很开心吧。我也希望在这里可以展现粤语说唱不同的样子，它可能是帅帅的侠女国风，它也可以是很有亲情、很温暖的一个很走心的旋律。到了这一轮，我就变成一个撕咬模式，谁来了我都把他干掉。我必须要努力打进名人堂。郭永幾時返嚟啊？唔好咁夜瞓喎，注意休息啊！最怕被問到幾時返，其實唔似人情債未還。對話框正在輸入，字打咗又刪，未歸家的日子錯過很多期盼，如玫瑰的盛夏，大螢幕降落畫，如何能繼續熱鬧，吸引到閣下？團圓節若是能輕易擁有，誰願意拒絕在港灣逗留？從城北搬到城西，502到702房，最重要 family 一切都幸運，見到4對同堂，樓梯間再係星紅燈，樓頂可以望風箏，陽台擺住阿嫲張凳，對面窗台個盆栽追上白雲，媽咪抱怨老豆啲花草太野蚊，仲要買越多
咪睇電視就打麻雀，額頭嘅青筋越老越多，應該都係公轉踩單車，身體要鍛鍊先有益。跟住問我大城市係咪好刺激，以後仲需唔需要去求職？為咗了解我日常動態，佢哋有電有打 call， 拖到甚快，下咗 APP 後兩個 ABC， 將我個靚照 read 發朋友圈晒。親戚改口 Yummy Yummy 係 reaction 駁住下面，平路生個大拇指，老豆叫我喺出邊揀咗呢行就要堅持做落去，唔使掛住屋企去享受舞台樂趣，勇敢啲麻煩啲都唔拘嘅沉落去。不過佢哋吩咐我冇捱太多嘢，錢要慳啲使，得閒送啲禮，記得講多啲多謝。輕撫我，晚風藏住心裏話，故鄉的夢可否為了我留下？孤獨的遊子正在四海為家，眼前這光景真的屬於我嗎？放假都喺嗰度瞓，過年少不了電熱氈，回南天會乾嘅枕頭枕，成個人黐笠笠，到處濕嗒嗒，買餸翻嚟都要拖地，揾爛布抹個頭，唔識搖頭，個風扇仲未退休，唔怪得收買佬唔停，直接走。最唔啱個生已經無法留喺人字，佢生到1米8，有時都幾牙刷。舊年高3畢業，哥哥同佢講道理，話永不放棄，你亦只有家人。我諗佢慢慢會明，以前嘅爭吵不過係最細嘅疤痕。輕撫我，晚風藏住心裏話，故鄉的夢可否為了我留下？孤獨的遊子正在四海為家，眼前這光景真的屬於我嗎？ When are you b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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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when are you back? When are you back? When are you back? 下次幾時？藏在心裏話，故鄉的夢可否為了我留下？孤獨的遊子正在四海為家，眼前這光景真的屬於我嗎？自己管理好自己咯，我哋唔喺你身邊照顧唔到啊。你问几时返？也许有些时候是无期，但你一直怀念那个一直问你几时返的人。希望这首歌可以唱出你们的心声。谢谢大家。慢的那种 City Pop 那种感觉，这歌 urban 的，沉静。这个 hook 很适合他。好歌，感觉这个可以在我耳机里播放100万次那种。亚米这个歌整个立意啊，整个内容是很好的，内容我是完全 get 到的，因为干我们这行其实真的很少跟家人一起团聚嘛。挺平平淡淡的一首跟家人表达思念的歌，觉得有点太私人了。但是最私人的东西又是最能动人的。亚米迄今为止的每一场秀，他用的都是粤语，我觉得亚米越来越找到自己的风格了。那此时的亚米就不应该被定义的亚米，希望亚米成为他自己，做他自己。今年我对亚米的改观非常之大，他的状态、歌曲、人物质感要比往年好太多了，而且亚米真的是让我爱上了粤语说唱。各位巅峰财团的成员，现在可以开始投票了。20秒钟倒计时开始。可能不会有前面那么多的投。对，而且他这个粤语太难懂了。投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不喜欢。
我把票投给了亚米，从他的舞台布景就展现了一场中式梦河。他开口的那一段hook直接沉浸进去了，能感受到他想表达的那种情感。这首歌讲的是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其实这些情感是最真挚的，是每个人都感同身受的。用广东话的方式也是想延续粤语老歌的味道，我能懂他的这个点。亚米的这首歌是3首歌里最容易让我共情的一首歌，真正很深刻很强烈的感情娓娓道来的话更动人。我也很久没有回家，所以这首歌真的很打动我。投票结束，很温暖的一首歌，听完之后想回家了。这一组真的好像大家都是在往内求去走新的一些东西吧，只不过3个人的点不一样。几时回家的这个点听得我很感动，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听完之后好温暖，感觉被治愈了，想回家。谢谢。这个票我也是投了的，能感受到这个歌词写的还是很深挚的，然后表达也很流畅，就是可惜我觉得这个歌词应该在后面全部都打大一点，让观众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就会更好一点。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有想过要不要把所有的歌词都打上去，但是我觉得好的音乐其实听感就知道，所以我就把一些重点的词打在上面。我还是很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我觉得歌词写的有几句是挺感人的，比如说在 reaction 博主下面的评论3个大拇指。对，就是自从去年当盗魔王之后，我爸去查每一个 reaction 博主 reaction 我的视频，然后在下面都发了3个大拇指，然后给所有就是夸我的全部点赞一遍。对，这个父母真的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生活。这个歌在听感上稍微有一个可以调整的点，我们觉得可能 key 稍微低了点。副歌确实还是有一点点问题，它需要有一个起来的 hook。说唱的部分的这个 key 对于你来讲是 OK 的，然后是一个自言自语的感觉，一个呢喃的感觉。但是副歌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是 key 的原因，情感和听感上张力有点不够，所以整首歌听下来有点平淡。我看你的歌词，看这个舞台展现，我没有太被打动到。对我来说，可能更像是流水账式的日记，不是我今天期待的亚米。那你期待怎么样的亚米？第一个是定调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前面的段落，我觉得你有一些太高估现在听众的耐心了。前面进来的那个场景式铺垫有点过于长，然后以及中间的唱段啊跟说唱的段落，它中间的转折有一点不够流畅，所以整体的听感，再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调的问题，就是太过平淡。可能有的时候平淡就是一种幸福吧，因为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想到了我的家乡，包括里面描写的一些场景，我家就是长那个样子的，然后我生活的地方就是那样子的。那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它确实是我的港湾。漂亮 ，OK。我觉得可能大家来这个舞台是希望看到更新鲜、更刺激，然后更精彩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阶段我很开心可以拿这首歌出来，我想给大家看不一样的粤语说唱，我希望可以展示不同的亚米，手指都有长短，对不对？那每一种风格都有比较擅长或者是一般般的，但是 I don't care， 我就是想展现，对。作为听感方面，你觉得你有没有赢过 Tarberry？ 以及作为表达层面，你有没有赢过艾热？我觉得当然有赢过啊！如果站在这里没有自信的话，就不要来巅峰对决了。我不同意他们俩的观点啊，我没觉得平淡，我听进去了。谢谢。哎，我问一下亚明，就是你这个副歌 hook 这部分，就是有没有考虑过采样啊？就是比较经典的歌曲，比较经典的那种粤语抒情歌吗？不一定粤语了，反正比如我们那首歌《我多想回到家乡》，
再回到他的身旁，用他的温柔善良。老师，你在要和 featuring 吗？我觉得会不会更能带动气氛，就不平了呢？其实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想过采样，因为我觉得粤语歌有非常多的经典老歌。浪奔蹦蹦蹦，浪流蹦蹦蹦。可是我觉得粤语歌也需要有一些新歌了，需要有一些新鲜的，让大家记住的，让它有机会成为经典的歌了。所以我想做这样的尝试。我支持你。帅！接下来呢，就是这一轮公布票数的时间啦，让我们有请艾热和 Barry。怎么说？看来怎么事儿？哎，搞不好 Barry 要赢哦！我也感觉有 Barry 有赢的几率。这一把就是艾热有点危险，主要的威胁来自于 Top Barry。能威胁到艾师傅的，我觉得就是 Top Barry。如果我有投票机，这一票我会投给 Top Barry。首先，我们要来公布的是艾热的票数，请看大屏幕。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去应对任何一种结果。147票。但其实也合理，还挺低的呢，可能还是跟观众产生了距离吧，还是放飞自我了。Top Barry 很有可能还是票最高的 ，Top Barry 很有可能这一轮。接下来我们要公布 Top Barry 的票数，请看大屏幕。不会真让这小子蹭上去了吗？要上去了。Barry 能不能反打一波？我觉得我的票数应该会比他高。158票。我战胜你了，我终于战胜你了。野娃儿高兴惨了，现在的。压不住嘴角了，有点压不住了。压了，这个太难压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亚米的票数会是多少？在票数没有出来之前，我是不会认定自己是输的。139票。哦。让我们恭喜 Top Barry。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哇，哪票了还高！哦，不知道我该高兴还是该生气了。哎，高榜！恭喜！昨天还在跟我说呢，我搞不好哥这次可以上去这都。我其实就是想上去看看，在上面看着啥感觉，就没别的。哎呀，好开心，他多开心啊！你快回来吧。哎，我终于跟 Barry 站一块儿了，天哪！赶紧来吧，快来啊！我不比你差，老铁。哎，来嘛。让我们恭喜这一轮第一个坐上名人堂的 rapper Top Barry。侥幸松口气，也就是艾师傅这一轮给我留了一个机会和破绽，但是没有关系，我知道可能在后面我又会掉下来，但是我做过一次，来这个地方就是要不断挑战强者，每一个位置都体验过了，来这里就不虚此行了。祝福 Top Barry，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有了目标，我会挑战他的。Let's go！ Me and my bro， 我们全部都做定了第一个机会 ，Let's go！ 把车开上来了。哎呀，不知不觉来到巅峰 rapper 的这个位置了呢。巅峰名人堂的这个位置，感觉有点缺氧了。这3楼的空气好稀薄呀！哎呀，你看看，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哎呀，气死我了！让他蹭混上去了。
我觉得不止我吧，作为我们野狗帮的所有成员，发自内心的为帮主感觉开心。终于我们从路边的野狗站上了名人台的舞台。我肯定支持他 Barry 去做一做吧，毕竟他后边也会下来的，就先让他体验一下。恭喜弟弟走上名人堂席位，在上面等着我。另外的2位 rapper 现在呢，我们可以去到巅峰基地，还是比较遗憾的吧。但是我得鼓舞我自己，然后迎接接下来赛制的走向吧。希望自己可以重回巅峰，名次啊、名人堂这些，一切都为时尚早。这个结果我接受，最重要的是我居然 call 好了艾师傅，然后这个 battle 是我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听完他们3个人呈现出来的歌曲过后，其实这个结果是合理的。Top Berry 讲的这个东西是更多的人可以共情的一首歌，也只是说这次的3个舞台的一个排名，它不是说就一定说艾师傅就比 Berry 差，或者是Yami就一定会比另外2个差。这艾师傅后面完全有实力可以赢回来，Yami也可以，你像他自己也讲嘛，手指也有长短，他会拿更擅长的风格来打，万一就上去了呢。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过瘾啊！是，哎，你知道我中文名了。消息很灵通的，差一点。但我说了，你这个歌是好的。演的太少了，还是有点紧张。哎，兄弟回来了。不是录这么多期了，我终于看见你真人了。平时都在电视上看你呢，你知道吗？终于看见真人了。惭愧，好好陪陪大家我。下一位要上场的名人堂成员，让我们欢迎功夫胖来到舞台中心。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走吧，该回来了，走吧。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Yes sir！碰到我，他俩算是危险了，我还是蛮有信心的。可能会有点不相上下，因为他们3个的舞台都非常不一样，在各自的风格的体现上都蛮极致的。胖哥可能会守住，但是可总也概率很大，这2个人肯定是狠狠打了，就很精彩那种感觉。何总，我就知道他的能力的，我还是觉得胖哥会留在名人堂。狗胖在这一轮当中应该会继续的连胜名人堂。让我们欢迎蛋壳。何总有这么多西装。欢迎 Wins T。Wins T 今天的风格是上的那种。他那不是叫什么龙须背头吗？胖别是大家公认的词王嘛，我给自己封了一个叫曲王。那我们词曲对决一下，应该也蛮有意思的，所以就选了胖别。胖别在上面说的话很触动，来这里我们是 rapper 也是音乐人，最主要的是做好听的歌，呈现好的舞台。今天我刚好也带了一个新的一个作品，所以就一块玩一下。每个人把自己最好的作品拿在这里，我们形成精彩的对决，比输赢更重要。功夫在室外，输赢也在场外。如果这个节目受到很多人欢迎，我们有很多的歌，让不听 hiphop 的人听中文 hiphop， 这才能够让我们的巅峰越来越高。我们是巅峰的奠基人，我们并不是对手。对，没错，格局大。首先就把舞台交给功夫胖。今天我穿了一件百家布。我小时候是一个很皮的孩子，所以我的棉袄、我的卫衣很容易坏。我妈妈会跟我打各种各样的补丁，但是她打的补丁又让我的衣服反而变得更加好看。穿个百家布，唱首全家福。在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百家布。我们身上有爸爸的坚强，有妈妈的温柔，有那些家人给我们无条件的爱。很可惜的是，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外公还有我的二叔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有时候会想，每一年的全家福，每一年的过年，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因为你不知道，可能过几年有些人就不在这里了。我把我在家里不敢表达的那些事情，来到录音棚，来到现场，用它变成歌词，
给大家拍一张全家福，然后希望我的家人能够听见，希望这张全家福天上的人能够看见。今天我们不比武，今天我们回家。全家福其实有一层含义是我们湖南过年才会吃的一种火锅，还一层含义是所有家人都在的一张照片嘛。听到这首歌的观众和所有的现场的朋友，无论你在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有空一定要回家跟你最爱的家人在一起拍一张全家福。我相信这张照片，那些已经不在的朋友，天上的人们，他们也会看你。我希望这一首歌能够给大家弥补那种缺失感，有一种温暖慰藉的感觉。喏，我回来了嘞。今天大年30，跟我爸爸聊着历史，从秦国到民国。他说我只写的菜，有空找他临摹。在外面我叫功夫胖，在家里我叫名陀。瘫在沙发聊八卦聊星座，妈妈切好水果从身边经过。伯伯穿的毛巾是还没上的新货，他说收不到我歌，因为英文全拼。那些看不懂的书开始试着看，那些从不做的家务开始试着办。二叔前年走了以后，我弟弟变成男子汉，他给我最后一条微信是有空吃个饭。姐姐追着问新年那有没有新车，我说刚巡完演，哪里有时间写新歌？至少遇见爱的人，我不用再去相亲了。外婆坐在角落没说话，默默听。来姐问我该电视上选择哪盒，他讲你第一代我是可能虚个帕克特。老些讲我甚至说话的人好不够格，该是你先搞的，老子要你开心就要的。但是比起我的成就，他更在乎我的感受，他不在乎我的 sweat， 他不在乎我的 flow， 他希望我人生是重新做自己的享受。我不需要他的红包，我只希望他能长寿。我看见电视大年30加班的工地，他把钱寄给老家养活他姐妹兄弟，拿着满是你的工具，他说干了3年半，他说他孩子等待大年15回家团年饭。但是今年大年30我们拍张全家福，做了一桌菜也不再是为了填饱肚，这个家轮到我来赚点钱保护。天上的人啊，看地上是什么角度。对不起妈妈，我说我在工作，其实我在撒谎，其实我并不像那些 star 一样善良，迷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晕头转向。但是我继承了你给的善良，还有你日记里对爱的幻想。那个爱做梦又坚强的姑娘，灵魂在流浪，为了寻找故乡。我说对不起爸爸，我想成为你的 brother， 第一次看你的车就把你撑起挂了，原来我的歌词里面太多，但是再多脾气不会对我冒发的。曾经讨厌这个家是因为束缚，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背后默默付出。曾经以为我的生命就是你们附属，总有一天我会理解你们当我为人父母。当年的我坚定眼前不走回头路，岁月如风，所以谁都没留住。大人总是盼着孩子能够回家住，成长的印记刻在家门口的桂花树，盼着放学，盼着下班，盼着放假，盼你回家，选择的心终于放下，盼着我为他戴上那枚戒指，咱们这一家这一代这一辈子。今天大年30我们拍张全家福，做了一桌菜也不再是为了填饱肚，这个家轮到我来赚点钱保护。天上的人啊，看地上是什么角度。天上的人啊，看地上是什么角度。也
我们一起拍一张全家福。虽然今天不是过年，我们留这张全家福，一起说新年快乐，好吧？3、2、1，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哦 ，Baby that's my house。胖哥穿了一个百家福，演了一首全家福。福这个字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个舞台让我看到了幸福。很温馨，以一个话剧的形式来展开整一个舞台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点。天上的人看地下是什么角度？他们就像一个摄影师从天上看着地下还在生活的一家人，在给地下的人拍照，这个角度太棒了。功夫胖在最后一个设计，那个小孩子身穿了和功夫胖一样的百家布，功夫胖站在这个角度回望，像是和过去的一次 callback。我觉得那一刻歌曲和现场的画面做到了传神，我相信很多观众都可能会被那一刻打动。他的词是很打动人、很直接的。这首歌有时候给别人听，听我自己反而眼泪下来了，哭了。这应该是我今年第一次看哭舞台。胖哥的舞台，我跟胖哥有探讨，我有提一些我的设计和想法，很荣幸我可以为这首歌做一些加分。感谢早安，早安是一个舞台的天才，还要感谢王爱姐，我外婆，帮我做了一些 backup， 很关键的一个采样，她的声音。全家福里面那个和声是我唱的，看着他从创作这首歌到今天，他用一个非常完整的方式呈现了这个舞台，我在内心里流泪了。这个歌是胖别这几年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接下来各位可以开始投票了，来吧，20秒钟。今年大家个人的作品都是往心里扎的那一种。我把票投给了功夫胖，他这首歌是从一个个非常感人的小细节入手，再逐步升华这个歌里面的一些采样，包括一开始的鞭炮的声音，直接把人带入到除夕夜这个情景中。这首歌真的很打动我。这首歌是胖别最走心，也是他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一首歌。今年他放到这个巅峰的舞台来对抗这个名人堂，我觉得是非常诚意之作。整个舞美也进行了升级，加入了一些情景剧，特别是那个小胖别一走出来的时候，这首歌定型了，它就是一张全家福。谢谢胖别带来这首歌曲。全家福是一首非常具有家庭意义的歌曲。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会想起我的家人。血浓于水的这种中国式的亲情是根植于我们的血脉当中的。它这首歌是在传承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把驻唱文化跟我们中国的文化相结合的非常好的一首歌。词写了工整，很有触动感，很有真诚感。大家看了之后纷纷落泪，想对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说，一定要常回家看看。岁月是有限的，但爱是无限的。投票时间到。这一票我是投给了功夫胖的，因为真诚表达的东西，它自然就能感染到，把我感染到了，这个事情就够了。真诚永远是必杀技，所以说我也把这一票投给了你。这个可能是胖别近几年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胖别以前的作词，它是一种充满朝气和少年感的感觉，不管是离骚啊、艺术家还是一代，是一种非常直接、非常直白的一种直抒胸臆的少年情怀。回到全家福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作词就已经是非常的落地了。首先，这个歌描绘出了一个家里的群像，像家里的老人想听你的歌搜不到你名字，因为起的都是英语啊。然后包括他不在乎你的输赢，只在乎你的感受。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打动人的。所以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胖别的感觉像是一个少年突然长大了，回到家里突然变成了一个家里面的男人。谢谢。我觉得到了这个 level， 怎么去对话，以及怎么去拓宽这一个环境的更多的受众，在这一首歌以及在功夫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很勇敢的做法以及体现。谢谢老师。我觉得这个歌词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叙事感非常非常强，非常的戳人。而且情绪层层递进，到了最后那句的时候，祝我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天上的人看地上是什么角度的时候，那个情绪完全升华。功夫胖，我想问你一个比较戳心的问题啊，
你非常有才华，那你的这个好朋友盛宇和刘聪都有比较大热的单曲，你着不着急啊？我觉得这是我的动力，所以当我听到巅峰是大部分都是打 solo 的时候，我就决定来这里证明我自己，让他们知道我来自 G Block， 来自 C Block， 但是我是胖别，我不属于 C Block， 我属于我自己。我希望这首歌曲成为大热单曲，好不好？谢谢谢谢。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有空多回家看看，如果不能回家，给你家人打个电话，因为全家福只会一年比一年少一些人。珍惜你的家庭、你的情感、你的朋友 ，One love, one blood, one family。说唱彼得，你的穿搭咋这么顶啊？上淘宝 AI 试穿啊 ！AI 试穿，还在镜子前找不到北，上淘宝 AI 试穿，潮流立刻到位。搜单品点穿上试试，别犹豫，一键上身，比你 freestyle 更犀利。上淘宝 AI 试穿，穿搭不再两难，衣服鞋帽全能搭，层次感拉满。天猫超级88年终盛典叠券，优惠叠满再出手 ，AI 试穿赢免单，穿搭更有夯起来！行，这波给到夯。来吧，接下来要上台的是 Vince T。我这轮的歌吧，有点小自我。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年轻新潮的音乐，想表达就是放狠话嘛，吹牛呗，大家都觉得是吹牛，那就觉得是吹牛呗。但是我把这个归为 flexing swag。我没在综艺台上演过这类似的歌，我从第一轮保持 Q 的 vibing 的来，我感觉。好像氛围不是太对，我需要战斗起来。今年可能我就中间这个赛段吧，就换可能大家没有在荧幕上看到的我展示给大家看了，等到结尾我再回归那个本我了，就这样了。歌词我歌词一点感觉也没有，他的歌没有太必要看词。他玩氛围和律动的，这和功夫胖是一个极端的两个方向。我的舞美装置很简单啊，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是这个样子，这是我觉得最 hiphop 的。然后我挑选的这首《胖别》，这是我的舞台最大的诚意了。对，然后这首歌你们可以不用管我唱的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如果你们没累，把头摇起来就完事儿了。进入状态了，已经。Feeling so great， 感觉特别对，发音都纯粹 ，Corner in the way，Every day that all the day， 是否扣着背，特别礼貌的行为，从来不插队 ，Do your th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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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 a Linkin Park， show my shame， 我的 coffee 命口拼买绝，出门的也上百天灯顾不全爱的声音，我的每一步他们猜不到结尾，背对未来降落的 kick slap， 绝对不在的 triple A， 我随时都可以起飞。I be like brace to the R&B， 我全 RIQ 的 beat， 我 dance where my girl， 台上快喘不过气，个 chains face， 他们都在大喊的声音，差点人群中的新感觉就像在新闻里，戴墨镜，半个钟头写的 demo 有特定。走到哪都有在抢我的商品，我爱喝出什么天生我就病的任性 I'm feeling so great， 感觉特别对，发音都纯粹，特别胖的 808，Every day holiday， 才不靠着背，特别礼貌的行为，从来不插队 Do your th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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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r thing。同的风格喊我的名字，跟着耳旁听，
定的情，别被 rap 爆的小5秒被撞见车海鹰。能 take it to 的梦到乱你身体的中心，我自负同样 rap 虽然同样的不同名。我们在强势场，有机会团体别来突击，对我空腹太久也是把我天马不到我的为他们感动，抵抗不实现就是没有想过。走的球一半推导一半被弄弄没有味，在网络中现实都很松绑，都干我的事就像老鼠怕被海猫碰了，我超完他跑远哥们马上给他疯了，我准备设计的还在推动在那 I feel so great， 感觉特别对，发源都出脆，他被胖的人有味 ，Every day 的 holiday， 生活靠着背，特别礼貌的行为，从来不插队 ，Do it day。Whoa,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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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t day.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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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t day.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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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it day. Do it day. 哈哈哈哈！帅，帅，是帅的。哎呀，我以为还要再多跳一个舞啊！我以为要来一段呢，不是还有那种因为大家跳舞。不，都乐飞，太爽了！这个对，爱听。帅，帅呀！我兄弟也说啥了？帅呀！而且他玩了一个很出彩的东西，不在乎输赢，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很出彩。Vince T， 我觉得他路子有点野，而且我还蛮喜欢他这样野野的。我觉得他这种有一点侵略性的，有点小暗黑的，还蛮适合他。我觉得 Vince T 是惊喜，因为我俩其实都有一些一样的困境，然后我俩其实心情都一样，就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比我好的地方就是他融合的更好，他把自己擅长的东西跟想要去突破的东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适配度，我觉得他做的比我好这一点，向他学习。Vince T 那个甚至就是现在欧美很多最主流的 rapper 们演出那样，就是这样子，范儿拿的真的很好，腔调我觉得真的很厉害。VT 的我觉得很帅，因为我跟他上一轮合作了之后，我觉得他很洒脱、随性、自信。他当然知道我做这个东西又很 mumble 的这种，然后可能观众 get 不到，但是他不 care 这个东西，他觉得我就是要在这个舞台呈现一个我觉得帅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说唱巅峰对决代表之一。谢谢 Vince T。接下来到了大家的时间了，我们20秒钟倒计时开始。我把票投给了 VT， 因为前面几轮一直都是走心的音乐，人也会难免会有审美疲劳了。他这首歌瞬间打破了这种疲劳感，这一首歌在这个时候出来是很有现场煽动力的。我觉得 VT 这一首歌的尝试以及他自我的突破是非常成功的，做了一个非常大胆以及非常成功的破圈。我没有投给文体，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我全程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如果是单纯的摇的话，那我觉得他如果用 Mercy 老师的国际语来唱的话会更好一点。他这首歌一开始当鼓砸下去的那一刻是引起了听众很大的阅读兴趣的，但是他后面的内容以及整个旋律他没有能支撑得起来。我觉得他整首歌可能更适合于 club 里去表达，而不是巅峰的现场。你看，其实得票不会太多，看观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属于我们现在耍，观众们这太白了，这是对的，但是赢不了。投票结束，小感觉拿捏得很舒服啊！我也感觉特别对啊，所以我把票给你投了。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有一点疲劳感被清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氛围是对的，这个感觉也是对的。对的，是对的，对惨了，真的就很松弛。如果我是一个正好在开车回家
感觉到有点困。如果下一首歌自动到这一首歌，那个伴奏一响，哎，我感觉醒了，我就感觉我这趟回家的路程会很安全。是对的，所以说我喜欢这首歌，我投给了这首歌。谢谢。这个我投了，然后呢，我很喜欢这个歌，但是我想说，你这轮可能得输。就是我没有想到你在这轮做一个这么亚特兰大的感觉的一个东西。我在听的时候我很享受啊，然后旁边2位老师就是一脸那个疑惑的在听这个歌。OK， 没关系啊，我没投啊，不好意思，主要是可能我不在这个听众的范围里面。听不懂就对了，兄弟。在开场前提了一句，就是大家可以不用太 focus 内容，跟着音乐摇就可以了。这感觉像是一个预防针啊。让我发现大概有一半的人也是跟我一样，就是比较疑惑的啊，这是对歌词本身啊。你自己也说嘛，就是它这个表达内容可能不太重要，是音乐的形式，这个氛围比较重要。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首歌不能全部的歌词都写成 A？ 我去酒吧喝酒，我听歌，我也不看词。对啊，来了，功能性音乐不一样，你会在那边看词，在那喝酒吗？对。我同意你的观点，老师。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做同样的风格，他歌曲全是我觉得也成立的。陶喆。我觉得所有人每个人他在每个时刻他情绪都不一样的。但我的音乐是一样的呀，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可能想很摇的时候写的歌，那这个就是我，不代表只写旋律的就是我嘛，我觉得是这样的。那这个既然是我的情绪的一部分，我会带入进那个角色，所以写的歌词我有表达，就这样的。我不认同他这个观点。我其实每一轮都是我这轮想唱什么风格，就是跟着我这一轮是什么心情来走的。那既然我的歌词是跟我情绪是结合的，那我的歌词就是有意义的，并不纠结于某一种歌词的表达。我不奢望你在睡觉的时候听我的歌，对吧？但是你在摇的时候，你在想炫一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这首歌啊。对啊，功能性的问题了。多说无益，兄弟，对的就是对的。完全不认同。为什么他们是说唱好友？你都不是说唱兄弟，就是你的任何建议我根本听不进去，你根本不懂说唱。我也没投，然后我也是不在这个听众的范围之内。对，谢谢，没关系，没关系，没事。bro 是帅的 bro。因为大家一直在聊的最多的就是拓展垂圈以外的听众。如果我一味的去为这个东西去发展不听说唱的听众，然后扩大这个版图，那谁又来普及 hip hop 知识呢？谁要来展示什么是真正的最纯正的 vibe 呢？ Yes sir。Yes sir。可能某个时期我想做一些很 vibe 的东西，可能某个时期我会结合大家想听的东西。他的角色就是扮演一个拓展，我的角色就是扮演一个维持在说唱圈里的，我觉得不打架的。对，所以我也接受所有老师的评价，投票方式，对。我不得不说，这么唱确实在现场是没有观众缘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试图去理解每一个风格的好，但是我觉得 Vince T 在这个风格里边玩的是很正，非常正的味道。他这个歌在这里，在这个舞台可能就是不吃观众，但我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他想说什么。我觉得不需要说太多，懂得自己就懂了。来，谢谢 Vince T， 谢谢。他这种说唱其实就是爵士中的爵士啊，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歌本质上是一种 lifestyle， 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纯粹要那个摇摆的感觉。这种东西在国内它肯定是很小众。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这个词其实还挺应景的。这个词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竞技舞台上，所以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嘛。因为这个节目播出去了以后，不是只是现场的人看，他会有更多的人看，会有一部分听众喜欢这类型音乐的去看。那肯定有。对，然后呢，他就获得了那部分听众，所以他在这个舞台上，我个人觉得他这轮就没想赢，他也觉得再往后比也累了。我这个时候就拿出来我最能吸引我、最垂直 fan base 的音乐，在一个主流的平台上唱完了，会有一帮人喜欢我。他挺清醒，我觉得他的表达很清醒。帅了。对，我反正就完了，是。你没有在这种场上玩过，就玩一次了。其实比到现在，我尽量让自己每一轮的风格都在改变，即使它不是当下最新的风格，但起码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是第一次出现的风格。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在你有精力的情况下，不妨去踏出那一步，去做一些自己没尝试过的音乐。我在巅峰我输一次我就滚蛋走人，我就是敢玩。你们为什么不敢玩？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这一轮最后一位上场的 rapper 蛋壳壳总。蛋壳来了 ，Let's go！ 谢谢。这个叫交个朋友，看了一下这个歌词，应该是比较欢乐的。听说柯总这首歌相当猛，对，是属于热单那种感觉的。可以，他那个歌是黑唱，加油加油加油！这个是一首新歌，因为我自己感觉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竞技型的 rapper， 然后也是第一次参加巅峰，然后到这个赛段，我就想用一首快乐的一个歌，用一个新的一个歌，看能不能争取做到上面去。带来一首非常开心的歌，然后我觉得它有点 funk 那种，因为大家现在有生活节奏又很快。然后各种信息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压力，然后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歌，是轻松一点，然后大家快乐一点，开心一点。主题就是放下你的压力和那种包袱，然后交个朋友。我觉得以我喜欢的舞台和表演方式做到名人堂的席位，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我不是来交朋友的，我是来撕碎这个节目。美。这么帅。Take a photo， 别再让躁动的心独自的等待。I feel so bad， it's time to social， 得赶快让所有烦恼全都走开。Wait a minute， 得学会怎么帮你头衔，所有烦恼全都排在后面。身体随音乐跳动，只要开心就别管什么头衔。黑墨镜脚都在外头，消息屏蔽，手机太外套。这段缘分是天造地设，今晚过后一切都早就。I don't know your name, just make a friend。别问我的字呢 I just wanna have more fun。你平时的生活有机会再慢慢了解，但今晚之前 So make a friend with me， 别再沉迷，别总把负面情绪留给自己。So make a friend with me， 欢乐把心占据，我们要帅的让人妒忌，交个朋友吧。真好啊！别再守着他，把坏情绪放下，请你千万别拘束，交个朋友吧。那些消极的新闻我也不太会，和我的性格真的不太配，怪我不显山不漏水，从来未让你看到这个游戏 Now who's the boss？
Yeah, that's right。别想先行动，让你肯定输得快。头脑发懵，搞不懂谁是猎物，不需要目的，只要放得开。快跟我向前，2步才往后退，不能太近，这样真的不太对。红这个脸其实无所谓，进入保持统一，千万别倒退。用线挖赞美着新朋友，打个直球立刻就来电。就尽情怕不想得罪，今晚交个朋友，下回再见。I don't want your name, just make a friend. Yeah, bullet tonight, just wanna have more fun. 你平时的生活有机会再慢慢了解，但今晚之前 ，So make a friend with me， 别再沉迷，别总把负面情绪留给自己。So make a friend with me， 欢乐把心占据，我们要帅的让人妒忌，交个朋友吧。别再守着他，把坏情绪放下，请你千万别拘束，交个朋友吧。Come on。Hey, ladies and gentlemen, just make a friend with me. 交个朋友吧。别再守着他，把坏情绪放下，请你千万别拘束，交个朋友吧。哎呦，我太帅了，太帅了！我觉得我微了。高雅歌还是歌，真的，我觉得他就游刃有余，在台上就完完全全的拿捏每一个细节，非常的游刃有余。富态用经济上行。可总的舞台舞美视觉方面色系给人都是那种一切都在变好，都是很上行这种感觉。然后他的穿着打扮，整个 vibe， 包括就是细微到他一个挑眉毛的动作，都是就是能给你带来很正的能量的这种，就是很生活很美好。你听到他这样的东西，就会觉得就是很巅峰。他这个真的就是排名第1、第2这种，配得上名人堂的这种了，又很舒服，很轻松，让人不然大家都很苦感觉。主题也代表了他的态度啊，你的歌曲的一些表达。你如果匹配上你的状态的话，它就是一个好舞台，它会赢，它会帮你拿高分，别人也会感觉到你的这个磁场，结果真的由这首歌衍生出你交个朋友的可能性。可总西装那种 bossy， 他的 swag， 他的范儿拿得太好了，而且他的每一首歌都有很强烈的他的特点，每一个都特别的娴熟，特别游刃有余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种大师风范儿，在舞台上尽情的潇洒。可总帅啊，帅啊！只要他开口，你就觉得稳了。这个歌绝对拉不了，绝对就是夯的。可总说唱跟唱2种腔调之间的转化，这都真的是他手拿把掐的事情。然后是他在舞台上的状态，他真的是太松弛了，就是又松弛又优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又痞帅又有颜值，我只能称呼可总为巅峰最痞颜的家伙，雅痞男人，西装暴徒，文豪野犬。那谢老板，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就是西装说唱排一下。那第1名我就给你。OK， 给我。Someone to love。哦 ，OK。第二名，我觉得可总穿西装是帅的。对，我也觉得，我认同。谢谢我们的何炅老师，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谢谢大家，谢谢蛋壳，来吧，各位可以开始投票了，20秒倒计时开始。太帅了，太帅喽！
就是流行歌。但我觉得那段 rap 加的挺好的，加个点缀的流行歌啊。对对对，是流行歌，就是流行歌。人家上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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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吧，上去吧。我的这一票已经投给了蛋壳。首先我觉得从舞台设计上来讲，它这个舞台仿佛把整个演播厅变成了一个 disco 舞厅。其次就是我觉得蛋壳的音色特别贴这首歌的风格，然后它这首歌选择的风格虽然不是很炸的，但是我觉得也能够很好的带动到观众的情绪，然后我能看到身边的人也都全身心的去享受这个舞台。哇，成熟男人说唱就是该这样，西装说唱该有蛋壳的一席之地。然后他这首歌非常的 chill， 他整个人在舞台上超级松弛，带动了观众进入了一个大的氛围，就有点像百老汇的那种感觉，非常好。他的腔调还有那个 flow 太帅了，兄弟。然后呢，我觉得名人堂就应该就他一个人就够了。这首歌它的 hook 非常的华丽，搭配上它专有的特色的腔调，它的 rap 的 flow 非常的丝滑。几套小连招下来，我整个就是沉浸在其中。我觉得目前为止这是本场最佳表现的这首歌。投票结束，何总这该死的魅力呀！你这小身板都快装不下了。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如果今天都是打分的话，我都会给柯总满分，太帅了。确实，真的很有魅力，就是那种秀又有 vibe 的那种帅，它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它不是说你硬凹的一个东西在柯总身上。我真的没有办法不把这票给他，太帅了。给投了，然后这个确实很帅。然后其实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 rapper， 他是那种歌非常好听，但是现场可能会打折扣。然后有一些 rapper 是他的现场会给这首歌加分非常多，你得去看他的现场才能被他感染。我觉得壳肯定是属于后者。我先说我投了，我感觉舞台小了啊，这个舞台要再大一点，大家都能转起来玩起来，那感觉更好。说实话，蛋壳老师，你的作品我听的不算多，但是单论这个作品而言，如果旋律的部分可以再突出一点的话，也许这一首歌能够让蛋壳成为中国的 Bruno Mars。Crazy。谢谢您，谢谢。我没有投啊，因为我有个疑问，我想蛋壳问一下蛋壳老师。你这个歌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说唱吗？还是流行歌啊？因为它的 rap 非常非常少，说唱这部分。其实不算少，它就是 verse 2基本就是它 melody rap， 就是它有一点旋律，但是它整段基本上是以说唱的逻辑去写的这种。市面上的一些很多的流行歌曲，都是大家都能唱，中间夹点说唱。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流行歌曲来去评判的话，那显然又不够好听。对，这是我的没有投票的原因。我不认可，我觉得那段 rap 很帅。现在这个说唱音乐 fusion 的很多啊，这音乐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主要还是看合不合适。我是觉得说唱加的很舒服，很合适。可能是因为你这个 BPM 选的很好。这个也是一个新做的一个，然后可能在我自己认知里面，让大众能够接受，然后又要把说唱的这个部分保留下来，然后我做的一个新的作品，我希望是听说唱的和不听说唱的听众都会喜欢这样的作品，就是这是我做这个歌的初衷。对，谢谢。弹唱。好，谢谢蛋壳。那接下来呢，公布这一组的3位 rapper 他们票数的情况啦。
来，有请功夫胖，有请 Vince T 来到舞台中心。这谁能赢还真不好讲，因为我觉得壳这个确实表现的比较好，确实蛮好的。VT 这轮票不好看，第一功夫胖，第二柯总，第三 VT。柯总拿到第一的概率是45%左右，因为实际 timing 不对，但是有可能今天走心的太多了，也不好说。我们来看一下，看看怎么个事儿。首先呢，我们要来公布的是一首全家福，把我们带入了那个最温暖时刻和最温馨感受的功夫胖。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轮中，他的这首歌可以获得巅峰财团的多少票呢？好，功夫胖一出来，这儿又160多票，我觉得不至于。150我觉得有，不好说。我觉得150有，我觉得现场可能很吃这一套，这真不好说。我觉得演的应该还是蛮感动的，台下有很多观众应该会 feel 到我的情绪。我觉得功夫胖应该留在名人堂那个位置上，因为全家福太棒了。跟任何一个选手比，他就是数1数2。如果这前2里面有个功夫胖的话，那他绝对就是第一。各位，请看大屏幕。156票，哇，这是很高的票数哦。哦，好高。150。你看嘛，我以为150，那156也很高了，不少了，很多了。高。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完全是非常轻松的感受 Vince T， 让我们看一下他的票数是多少。140左右。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作品，可能同业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会更加 get 到我想做什么嘛。对，我觉得应该是 Vince T， 因为 Vince T 是我录巅峰那么多期第一次真正在后台直接从板凳上站起来开始跳了。我觉得应该多做点这种纯粹的 hip hop。请看大屏幕。141票。第41其实也不低，也不低，其实不少，我以为还是有不少人。那么接下来还是有很多年轻人的。对，这真的是不少了。但肯定赢不了啊，肯定赢不了。哦哟，也不错了，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每一首歌都很有他自己独特魅力标签的蛋壳在这一轮的票数了。那票数排在第1的就可以直接坐到名人堂的席位。让我们看一下蛋壳的票数是152、153，我也觉得在150和156之间，150往上。开场有159个，160可以，没得160，150多，可能比方面高2-3票吧。氛围特别好是吧？我认为是，唱状态特别好。我觉得稳了，我觉得他是能上去的。我看完他那个舞台，我觉得柯总，对，因为毕竟我就知道他的能力的，对。Top 1。我觉得我应该要上去的。请看大屏幕。是一样吗？一样吗？对，一样。你看卢老师，你没投，你投赢了。我要没投这票，我要投这票，他就赢了。对呀，我的平票。
还真有平票这种说法。哇！这可咋整？这可咋弄啊？这可咋搞啊？这怎么整？等会儿，我台本里没有这一段，等会儿啊。One more， 平票你俩1v1 solo。One more 吗？还有。这种是 One more battle 啊 ，freestyle battle。等会儿，怎么办呢？怎么整？让徐云上去吧，让徐云上去吧，徐云上去。好。怎么整？反正地方还有，反正现在。对啊，这上面位置还多着呢。现在只有3个，你多一个。因为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2个都应该上去，如果平票的话，这个位置本来也是空的，然后我觉得游戏规则应该根据现场的情况去改变。这再多一个也没什么事吧？那就多一个人呗。我就两个人一块上去算了。我估计他的规则是你没有比他多摸，那名人堂赢，还应该是。哦，你没有战胜这个名人堂赢吗？哦。是这样。首先，功夫胖是守住了名人堂的席位。那么蛋壳，他也是在这一轮票数最高的之一。来吧，恭喜！恭喜2位同时进入名人堂。这个还是有意思啊！我觉得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就回到最开始你说的那个，我们就好舞台、好的音乐，然后大家都会认可，然后结果出来一个这样的分数。没错，我觉得大家用心了，然后你们觉得我们节目演得好看，这是最重要的。你们觉得呢？谢谢大家！恭喜功夫胖蛋壳去到名人堂，谢谢，也谢谢一直在坚持自己风格的 Vince T， 谢谢 Vince T。还有这种意外收获，我功了。这点我们俩真没想到。2位看到156平票的时候，内心有没有 OS 要喊我们赛事组来选个2选1？没有，还没想着来。我没想到，我们都没想到这一点上，我都在想说，是不是节目组有个什么规定，说因为他平票了，所以说他没挑战成功，所以还是那个胖别上去。我当时这么还给那个谢老板讲，就是因为他毕竟是名人堂嘛，对不对？你是巅峰 rapper， 但你不是名人堂，你跟他平票你就没打过他嘛。我当时是这个逻辑，但是也没想到2个人一起上去了。对，确实你也没办法把功夫胖和何总的歌来分个高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结果也是一个比较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了。对，规则就是被人不断打破的，让我们恭喜功夫胖，恭喜蛋壳。
此时此刻坐在这里，心情呢？心情蛮好啊，蛮好。对。当时看到那个屏幕上那个结果的时候，那一刻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就是2个音乐风格不一样，但是刚好喜欢的这个观众投出来的这个票数又一样，说明还是能够有很多观众喜欢嘛。没错，公益之神眷顾了这一场比赛，就是很巧，就是刚好这首歌的名字又是交个朋友啊，然后对。哎，这个是个胖子啊，这是个胖子。对，然后我们确实很久没有聊过天，或者没有见过面。其实我们最早很早以前，哇，那得11年、10年、12年差不多。一起巡过演，这是你们不知道吧？2个团体一起巡过演，3站吧，2站3站，我记得下关，就反正云南那边。对，云南。然后住同个酒店，然后就大巴那种，对，一路玩，然后吃。又到现在这个阶段，能够在10周年，重新在一个舞台上一起表演、一起演出，然后这个歌、这个票就是很巧，就是缘分。我们出来的时候是缘分，还是缘分？没错。而且刚才确实，我跟胖别路上过来啊，我说，那确实是因为来了。所以还就是有这个机会，没错。然后大家能够说话聊天，然后一起比赛。如果真是没有来，那也就没有这个契机。没错，这个我觉得个人觉得他是背着很多压力过来，跟我们不一样。但我觉得其实他头2期的表现，我觉得是很 respect 的，就是好好唱歌，然后平常该打招呼打招呼，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就对的。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以 hip hop 为一个中心点，然后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风格，但是所有的风格都是为了让中文说唱扩大那个视听的版图，这是我们无论怎么想都是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我觉得2个都是非常棒的舞台，我觉得就应该他们2个都上去。对，然后我也很为柯总觉得骄傲。一边是我真正的童年偶像柯总，另一边是我在这个节目里最 respect、最想挑战的、最想成为的那个词王胖哥。那这2个人，其实在我心里，可能他们的地位就是应该平票的。就在我心中，他们俩一定是在名人堂的人。我记得在第1期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俩排到了就是该在名人堂的位置。所以我看到他们俩能一起登上名人堂，我觉得这个画面太美好。停票了就代表着守住了，然后也挑战成功了，然后2个人一起上去也是对的。我觉得蛋壳拿出了他应有的表现，所以他获得了自己应有的成绩。我觉得就是应该同时坐上去，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就是平票就说明时机到了，那2位就都上去呗，综艺灵魂所在，我觉得很好呀，就是显得 VNT 有点这个心酸，果然人老了做什么都很心酸。这个有点尬了，这个我有点小丑了。我不开心，我不爽，我不赢没关系啊。我像善财童子一样，我给2个人送上去了，拿我这开先例呢，是不是啊？1赢2，大家都见过，1输2你见过吗？见过。对，也是，现在见到了哈，确实。服气服气，祝福你们呗，祝福你们，这么有默契，又是同分的，但是我的就是最超的，我的就是最摇的。我觉得这一轮 VT 会比较可惜了，因为他的歌是对的，他的感觉，他的这种秋的点都是很对的。其实这种秋点是很难在比赛中去赢的，但是呢，他的歌音乐媒体上去播放，他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他这一定是对，他不是错的，只是说他可能不太适合一个竞技的舞台上去竞技的状态。对。全新 Olay Pro 防脱黑宝瓶，密发缝、固发根、黑亮发，专业防脱 Olay Pro。有请 Repeater 来到舞台中心。
来了，我们的 repeater 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看看剩下的2位已经准备很久了，请看大屏幕。哇哦，一只大狮子，一只大老虎。我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我要面对的是这2个人，一个是从17年我就从节目里看到的乔哥，然后现在是中国第1现场，还有一个是 CSC 的大哥宇哥，就这2个就是中文说唱泰斗级别的人物，然后他们想来挑战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激动，我觉得是我的荣幸。来，让我们欢迎2位。让我们欢迎盛宇，欢迎 Brain。2位哥哥怎么个口号方法？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都很难。在我心中 ，Repeater 他是晚辈，然后呢，胖别还有艾热都是我的兄弟。那在兄弟之间的话，我还是做出我的选择，所以说选了 Repeater。来，盛宇，我当时的选择只有功夫胖和 Repeater。但我肯定果断选择 Repeater， 因为对吧？人情世故。Repeater 感觉有点黄了。我希望他们是觉得我强才挑我，但如果是因为他们不想选自己的兄弟们，所以来挑我，所以我可能觉得，可能我做的还不够让他们重视，所以我那一刻是有点想证明自己的。Repeater 跟这俩哥哥说点啥？有很多人可能会质疑我上一轮为什么能走到名人堂，也没什么人质疑他呀，没有人质疑啊，你真的。但我觉得这一轮这个阵容应该是我最好的试金石了吧，朋友们。而且我也想跟2位哥哥说，你们真的选错人了。来吧，把舞台交给 Repeater。其实这次这首歌呢是一首已经发过的歌曲，是一首老歌。这首歌的主人公不是我自己，他也不是我真实的经历，但是他确实是我看到我身边的一大批被所谓圈子、所谓环境所裹挟的新生代，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多面的、是立体的这么一个个体，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小 rapper。Let's go。这首歌曲是在我职业生涯中都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这个小 rapper 更像是身边的一批又一批一起奋斗过的小 rapper 们的一个缩影。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群像的概念。他们对于说唱是极致的爱，他们真的爱这个文化，真的想成为 rapper， 他们有这样的野心。但是有可能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不太成熟的选择跟决定。但是我觉得这都是这都是一体的一个事情。我要把这么一首歌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唱出来。一个是为了激励我们当时一起奋斗过的，包括现在还在奋斗的小 rapper 们要往上走，一个也是要时刻提醒我自己保留作为一个小 rapper 的初心，然后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坚持自己，做正确的选择，我们一定会，就是梦想真的会照进现实，你会越走越高。妹，我是个小 rapper， 想要做个好 rapper， 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在搞 rap， 单纯觉得帅呆了。故事总 however， 他们跟我说你少来了，说唱圈的门槛风气都是忘记中人给搞歪的。我是个小 rapper， 讨厌那些老 rapper， 好像踩着我们过了河，却转眼就把桥拆了。麦克风是他淘汰的，伴奏是我从讨来的。现在我像个乞丐，但 rap 这条路总会要开的。我想当 rapper， 我的想象中最酷的称呼，未来是 OK 的。笃定我的贝壳里藏的是珍珠，他们都追我，快点复习考试，为了好的分数。但我说 no give， 偷偷玩着休闲 flow， 觉得根本真。我加入了 hip hop 社，想成为一个 hip hop 客。学生会的音乐节，我披上了我的皮夹克。我奋力的洒水，跳到了最后观众只剩7、8个。当演出完毕，我打倒在地上，终于开始意识到了 we lost us， so please， 我要搞原创，通不过网易，让我好绝望。花钱找 fee， 花钱买混音和 beat， 没词儿我也咬牙上。我300个 fans， 有200个音乐人，我懂，他们都和我一样，没法说保研爽，不想做考研党，当 rapper 不用找学上，所以我疯狂的去参加比赛，上演8英里严阵以待，写了段 verse， 不停练习
意外，这个爆米生命花了290几块。还是美国我变成了观众 ，I know it hurts but I will be fine。还是那个小 rapper 叫 Ason， 平学的大 rapper 王以太，需要综艺，别怪我功利，我的光着的笔中缺亮空气，形容场心计和意志力，终于加到了选角导演的微信，让我去试镜，这必是命决定，凭人们也绝对不会放弃。当我订好年后的高铁票，但却碰到了不可抗力 ，Forget it。我是个小 rapper， 想的没错，根本还是依然没有变大。家里面待了2年，对比以前，我的 fan base 根本没有变化，快要没了创作动力，重复就像一只机械的切肉线。我看到了小 rapper Ason 开启了 DJ Ghetto Year， 所以我变成了这样的腔调，挂上了电，我感觉很上道。我痛苦的想要做双胞胎，在帮芒果刷极限，最后我也要刷一遍。Jersey Club 又来加一点，把刷到了 Mercy 再播，点了个没想到被他骂一眼。他说太多的小 rapper 做什么风格都跟别人屁股后想火，就算我做到了他们的质量，也不可能把那块蛋糕给抢走。进行者得到了赢得的糖果，无力反驳，但有一点想我。朱露在直播间骂了我一样的话，我觉得他们都是同伙，全都不懂我。我想比千里马一样等波了来把我给捧火，不尝试所有的风格，不就等于给我的可能性上了把铁锁？我想被称作是6B型选手，全都想得到，我做不到取舍。我像个异乡人，穷 rapper 富 rapper 大概是前者。喂，根本察觉到了下一个风格，好学的 new book。你们听的时候 know who freestyle part 对你的 punchline bro you go mad。RAPET 啥都读不来，反正本名叫无价权。让我搭上了早班车，终点站左说长版图中间，他一定多算个中 rapper， 只不过比我多了为数不多的运气，不错的家境，反而会让他内容和真正的苦难要距离。我虽然看不太上什么乖张掀不起骇浪，但我还是双乖的发私信，盼我在下一张专辑把我带上，那真的太棒。合适。OK， 哎，我听到 A3 的声音了。Yeah, crazy。我真的是见证他从玄哥那个阶段到现在的，完全都在见证的其中一个人吧，所以我很有感触，然后很真诚的表达，特别是到最后他把我的 sample 放出来，就是我评价他的那一段。这是我的主场，来听这首歌。然后你的进步真的太恐怖了 ，bro！ 如果你能这样子一直表现下去，今年冠军不给你都说不下去了 ，right？ 时间过得真快，过了6年，对。我还有一点点就是哇 ，Raptor 一直在进步，我没看错人，我当时就觉得他就会这样子，一切都是他应得的，他是值得的，对，他是个真诚的人。感谢所有，感谢各位，感谢每一个还在奋斗的小 rapper， 给他们一点尖叫声好吗？他这首歌当时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炸，夯爆了。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最能表达我们这个行业所有人的这个心路历程的一首很代表性的歌，而且我是很想哭的，因为当时当最后 Raptor 在去年和我对打的那个妆造的那个演员上来的时候，我直接记忆回溯到去年他唱娜娜放不过那会儿，很棒很棒，真的很棒，就是非常稳啊，非常稳稳当当，方方面面的音色、词、flow， 然后台风，整一个角色感都非常稳。我觉得他写的就是我们这种，当时刚开始接触音乐，就是我俩做音乐的这个时间轴好像是一样的。他经历的一些事情、想法跟我想的是同时期的，比如说里面提到的 DJ Ghetto Year 啊什么的，都是我那个时候我也想的一些事情。反正我是100%共振这首歌，很真诚的一首歌。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给大家一种鼓励吧，而且呈现得非常好，唱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写的也很好。Raptor 一直都是一个很会描写自己故事的一个说唱歌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讲自己的人生，讲自己的经历，然后讲他观察到的这一切。所以小 Rapper 这首歌也是一个对他来说意义很重要的作品，我觉得他的完成度很高。那接下来各位巅峰财团，你们的时间20秒钟倒计时开始吧。
他还回来吗？差不多要回来了。这一票我投给了 Raptor，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作品把他的来时路写得很清楚。他虽然现在可能达到了他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成就，但是他清楚他是怎么来的，他没有忘本，所以我觉得这票该投给他。Raptor 这首歌词首先写得非常的好，有力度又有温度，能够让我们作为说唱的听众跟他歌词里面写的小 rapper 产生情感链接。听完这首歌我觉得蛮感动的，我就投给了他。他的舞台的编曲还有他的台风各方面都可以完全的在这个巅峰的舞台上施展的游刃有余，而且我也本身作为一个小 rapper， 我就对他比较共情，他的内容深深的写进我的心里，我也能深刻体会到，因为我自己就是一名小 rapper， 所以这些都是我正在经历的一些困扰以及内心的真实想法吧，所以深深打动到了我，我必须给他这一票。rapper 这个话题一直是有固有的深刻的刻板印象的，但是他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包括去描述一些底层 rapper 的经历，来让我们共同跟他进行一个情感上的链接，包括他今天的舞美，包括他今天的吐字，都是有他的情感所在的。我真真实实的被他的情感所打动，所以我觉得他值得这一票。投票结束，来吧，我们的赛事组的2位。这首歌肯定我是投了的，因为这首歌当时 Raptor 才出来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很喜欢。他刚才也在说，有可能这个他不是我的故事，是很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的东西。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能回忆出一路的种种，所以说是特别有感触的。所以说我把这一票投给了 Raptor， 肯定的。感谢老板，感谢。我也把票投给了 Raptor， 因为他这一场不管是他舞台的质量以及他演唱的质量都是在及格线上。然后我希望所有 Raptor 歌里写的小 rapper 以后都会有机会能够走起来，能够去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对，就这样，我把票投给了你。我们一定会走起来的，一定的。你是老 rapper 了，老 rapper 也有梦呀。别说了。好，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可以闪闪发光。来吧，我们的手上好友来分享一下。首先我澄清一下，我没有在直播间骂过 Raptor， 然后我在直播间经常推荐 Raptor， 然后 Raptor 也说这不是他讲他自己，然后是他看到的很多跟他一样的小 Rapper 的这个经历。其实这个歌，你像我刚跟提米老师聊，提米老师就有点没 get 到，但是我们在这一路走过来的话，你写的每一句都很扎心的，就是这里的每一个大 rapper 以前也是小 rapper， 我一出来就是大 rapper。然后再看到你这首歌，又看到了那个起点，然后又看到那个起点的时候，那个小 rapper 心里面的焦虑也好，渴望也好，饥饿也好，感受也好，就很有血有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阶段对于你来讲已经过去了，然后未来对于你来讲还有更多的挑战，反正继续加油吧。一定，感谢孟老师，感谢。投给了你这一票，在今天听了很多很多歌啊，我就能让我感动的歌词也就3首，真的是其中的1首。感谢孟老师，感谢。对，因为有些诉说的这种词里来说，有的人是很克制的，那你这个词来说写的很写实，但是特别的扎心。你这里边说的一路的心酸的东西，完全是击中了我内心的特别柔软的部分，我觉得非常好，而且你写词的功力很强。对，因为其实我们在里面都说自己很 real， 但是你能把你 real 的这个情况真实的表达给听众，这就是才华了。对，光有 real 是不够的，所以我对这歌词我是觉得很感动。我没投，你看这个舞台并没有太打动我。认识我的音乐人太多了，有非常非常多的底层音乐人，我每天会收到几十甚至上百封这样他们的自述，对我描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经历，他们有多在努力的做自己的音乐，但是没被看见，所以对我来说，像这样的东西，我可能不太感冒。我想说，你经历过那么多的舞台，包括你曾经是一个想要洗牌的人，你也证明了你的能力，你的 rap skill， 你的音色都非常的成熟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有更好的舞台。感谢老师，我后面继续努力。提米老师觉得我的经历没有触动到他，我觉得这是 OK 的。我
不可能做一个所有人都能共情、所有人都能喜欢的音乐。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相互筛选匹配的过程。如果说你共情了我这首歌里面所讲的东西，你感受到了我的真挚，然后你有被这首歌所激励到，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之间的缘分。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 Great。我其实不知道 Repeater 今天要唱什么歌，结果 Repeater 唱了一首小 rapper。其实我这首歌叫做综艺 rapper， 这是我新写的一首歌，我觉得是最好的缘分，让我们在这一轮环节遇到。这首歌相当于是这个夏天，我边在录制，边在感受，把这个夏天和每个夏天的经历变成了这首歌的一个缩影。一代一代的人从这里出去，一代一代的人每到这个夏天又回来。我是最有资格唱这首歌的人，我是最有资格写这首歌的人。从2017年我就在这个节目，这是第10个年头，所以我想把每一个年头的夏天献给我自己，献给这些综艺说唱歌手，献给我的对手，唱给我自己。来，开机。喂，乔哥，听得到吗？现在有点偏台，往中间走一点。老师，你的麦克风。来，喝口水。接下来有请 Bridge 带来综艺说唱歌手。有，综艺说唱。通过17年的综艺，你才开始入。在那之前，我的巡演上做课2滴，优雅的韵脚，刁钻彩的牌子裤，我的水涨船高，从没出现过降息。我只是透过和17年相互指路，他们都被冠以选手的名号做上衣，让我打扮这期综艺节目开始录。我的对面立着几百台架摄像机，跟 rolling action 一起就位开始震，没人在乎你的心跳，只在乎谁拍死 one too many question 的不停的在去问，全世界的敌人只有麦克风是 best friend。伴奏打开后就让我看到半块肉，就想把整体综艺舞台直接变成我的动手掌，每一口都不能浪费，一起 call me， 要你亲眼目睹看我一步一步上位。我是节目第一天就在这综艺 rapper。代表山城重庆，我是懂中医的 rapper。我显然不是你心里中医的 rapper， 因为 hiphop 从来没火过的是另一种东西。我说唱里还能看到踪迹的 rapper， 一年一张专辑输出大红绿的 rapper， 是巅峰棱角依旧还锋利的 rapper， 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后台的时候，我告诉 PD， 你问的这些问题其实根本都没有意义。观众们要的东西是最drama的戏剧，你应该挖掘 rapper 身上最重要的细腻。观众要听到狠话，完全是后台都是弟弟；要听到一些八卦，最好是说的秘密。要查看他们的气力，这样才能有记忆。最后让观众从行到拉排位出 NPC。曾经对 real 那帮接受了上台化妆，读导演台本大纲，看导播切对画框，往天上飞个大江，提出几百只下方，这怎么上我还是没让我学会往下装。这漫长路这通宵一熬又是几个月，看你们排队进场守候又是几个夜，去后在路上打工师傅睡了一大片，是好多人根本都没有看到过的那一切。rapper 该不上综艺节目，那我问你，是不是觉得不靠节目的 rapper 才跟定？是不是觉得节目的 rapper 太一本正经？如果那个 rapper 上了综艺节目，那我恨你。哎呦，这里是你的男孩 TTT，7楼8楼广州，我从货运站的码头，You heard me guys。This is Vanita baby, trick or treat。大家好，我是 Johnny J， 好久不见。嘿呦，我是明星制作人 MC 哈的热狗。大家好，我是制作人潘玮柏。我吃到过红利的那位综艺 rapper， 代表山城重庆，我是懂中医的 rapper。我显然不是你心里中医的 rapper， 因为 hiphop 从来没火的是另一种东西。我才不会是只靠我兄弟的 rapper， 是相互成就、相互争气的 rapper， 是走过夏天、到过冬季的 rapper， 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综艺 rapper。
用普通话写着我转为方言，来刷个退步让我回到当年。用以前那个 break 让你很专业，来 DJ 抓的比，现在给我进点 melody， 把他们跳过直接拉到我来爬，看铁链开大全都只认我来家。我期待他们一个二个都自愿的爱奇艺都承认陈建桥他代表。来准备好了没得如力所见，喊导演出来给我喷点火焰。我马上准备按动那个灯光键，来整点烟火，干变成点敷衍路色的声光电。那种夜谁想接对到我唰唰唰唰，那种夜导演明天都喊咔咔咔咔，那种夜我演出的负责刷刷刷刷，那种夜矿泉水对他们那种夜看他们脸色好夸夸夸夸，那种夜为我举起双手啪啪啪啪，那种夜最后比分票数加加加，那种夜你们懂吗？那把是我个人能力展现世界，听下那个综艺 rapper 嘴巴啷个练的，我是可以没得爆裂，可以没得衔接，我可以即兴选面，还可以再来点电影。能够抓住我先技术，问你们老师们给你不？那是关注这里是海里不？他打过的呼吸是黑基础，老师喊你慢点，老师喊你慢点，强了你的饭碗，那么有点酸点会捣乱不成，用生活起不出我的 demo， 我的照片点起来哟，是完了是老还是不假的，是重现是中规。派的主持人，我是综艺 rapper， 但我不得祈求猫叫。我是综艺 rapper， 在节目里头。我是综艺 rapper， 各种报道我。我是个综艺 rapper， 我感觉到无比骄傲。要下老土潘帅当年给我的那根项链，要下凹凸那个夏天我们一起拍的相片。你记得我的头发，记得我的样貌，把那年的那部综艺再来一起放喊。我听到那个台下特级声音喊，2026那个陈建桥是更新版，节目播了10年都还没有争论够。Real rap star， 我每天都是真人秀。What's up？ I'm a 综艺 rapper。我是个综艺 rapper， 我以那个身份为傲。哇！这生涯太吓人了，这生涯。一个综艺说唱歌手，一个 rapper， 如果不懂感恩，才是最不害怕的。我以我是一个综艺说唱歌手感到骄傲。What's up？ 一手暂缓，你们谁又质疑他了？全场最爆的舞台，不知道以为是17年总决赛呢。这是什么强度啊？什么段位打架给我带上了？我来这比赛干嘛来了？误闯天加了，我这属于是。乔哥是一个愤怒型的表演者，他好像越愤怒，他的能量就会越高。但是我还挺喜欢看他很凶的那个，我觉得那个也是他的一个魅力。对，然后他的舞台也是非常狂、非常燥，这就是他最擅长的。它里面还用了 EBK 这种新的 UDG 的风格。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很 respect， 你能把 EBK 的这个 style 玩的能够传达内容，然后把这种小众的音乐风格带到这个舞台上，很牛。这首歌应该是 Bridge 这一季节目里的一个封神舞台，他拿出了特别完整而且特别充满活力、很鲜活的一个表演。他替我们这些在综艺上获得了自己的人生高光，然后自己的成就的这些 rapper 们说了一些我们心里都想说的话。我也是个综艺 rap， 我以为我是一个综艺 rap 骄傲。中文说唱一直想要去分成一些对立，但其实大家都在不同的角度为这个文化去做贡献。如果没有一档档的综艺，怎么能让那些更多不听说唱的人去慢慢喜欢上这个文化？得有人做主流的事情，也有人得做地下文化输出的事情。因为我跟 Bridge 我们同一年出道，我们两个就是经历了他歌里所说的所有的这一切，然后做到了这个位置上面，所以我完全能够 get 到他这首歌在干嘛，我也完全的认同他说的话。乔哥切换第二形态了，我非常开心。我觉得，虽然说他们可能不是因为我多强来打我的，但是我想把这次对决当成一个试金石，这个目的完全是达到了。谢谢 Bridge， 来吧，各位，现在开始投票。这一轮这没人打得过他，这上去了。他越愤怒越强，我感觉他。我把这个票投给了 Bridge。Young Bridge 终于回来了，虽然说他一直都在，但是他今天又进行了一个升华。
他在这里面致敬了很多当年17年的歌手以及17年的导师，我们都共同感受了那个热烈的夏天。所以说这首歌引起了现场所有人的共鸣。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舞台，我被炸到了，我被顶到了，所以 Bridge 加油吧，我看好你。我投给了 Bridge， 整个灯光呀，包括他歌词里面讲到一些点，然后都是一一呼应的，然后整个舞台就看起来非常的丝滑，非常的像一场完美的一个舞台剧一样。歌里的内容很丰富，不论是一开始剧中剧的演绎，还是说他把17年的自己的模型给揭露出来，陪自己一起炸场。前面走心部分结束之后，那一个空拍，当我们以为就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让我们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的炸场，把整个氛围又推向了另外一个高潮。所以说我觉得 Bridge 的场控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之顶。投票结束，没错，这里是说唱巅峰对决，都把最巅峰的东西给大家展示了。来吧，我们的赛事组。我被炸懵了，所以说我有一个嘴替，我邀请了我们现在坐在那个名人堂的Top Berry 选手来当一下我的嘴替。我说什么？我配说吗？怎么能轮得到我说？太帅喽，太帅喽！我给你票了，太帅了！我没办法不给票，这个太帅了，真的。我一开始听前面那个部分，我说今天 Bridge 哥玩这个点吗？结果后面 B 一转，我直接人头皮发麻，直接站起来，我说对，哥你怎么看？对，像我一直觉得 EBK 没有那么好带动现场气氛的 ，Bridge 今天刷这个 EBK 太对了。因为那个是我的能力。是的，你的能量咋的？是的，谢谢 Bridge 哥，还得是 Bridge 哥。来吧，我们的说唱好友。我从以前就好喜欢 Bridge， 我投了，谢谢。我看到了这一天下来的最顶级的控场能力，以及我最喜欢的你表达里的纯真，这和我对你的印象一如既往的一样，我很喜欢这个舞台。对，我也投了，非常好，就确实感受到这种现场这个 rap 的魅力啊。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歌词尤其的长，你怎么记住的？自己写的，因为你爱的事情你就写，而且我现在 enjoy 这个比赛里边。老师，你刚才不是问吗？我一直很久没有什么热单了，我要证明我自己得扛，你们只用看结果，其他我扛，懂我意思？这个我也投了，然后就像 Timmy 老师说的，我觉得 Bridge 的场控能力一直是非常出色的，尤其是这个歌在 B Break 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惊喜的一个状态，然后让我想起来当年 Bridge 说的我要把这里炸掉，炸了10年回来继续炸，真的他还在那儿。好，谢谢我们的说唱好友，同时也谢谢我们的 Bridge， 谢谢。好的网络爱咖喱，中国移动的必杀技，速度快，场景切换，丝滑流畅不卡壳，覆盖广，走遍了山河，我的信号都满格，保证强好的质量，服务品质不打折，一个好网，万千家庭的选择 ，Let's go。网要广，网要好，网要强 ，Let's go， 移动。接下来到这一轮的最后一位上场的 rapper 了，盛宇来啦！朋友们，辛苦了，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我希望所有人都振奋精神，把最后的力气都给我，好吗？把你的困倦全部都 pass out， 把你的疲惫也给我 pass out， 把你的坏情绪、把坏朋友全部都 pass out。Everybody say pass out， 跟我说 pass out，pass out。OK， 给你们看看我的拿手好戏。这首拿手好戏是我3一 mixtape 里面的一首歌，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归纳为一个假想敌说唱吧。它既描述了我一部分的经历，怎么塑造成现在的我，另外一部分描述了我比较有攻击力的一面。我觉得这属于我在3一 mixtape 里面攻击性比较强的一首歌。对于这场比赛来说，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要把我登上名人堂一路上所有的障碍扫清，要把他们全部都 pass out， 把所有的对手全部都 pass out。
让你们看看从剩余到大傻的样子，让你们回到19年 ，Back to the old school。Yeah， 你上。我住的这一区17年来都没散会。你想要加入谁的战队，又为谁站队？你和谁在网上对线，从来没 face to face。人面、情面还有场面，我在背靠背。戴上耳机的那一刻，锋芒就藏不住了。出席长谈的那一夜，把真心都吐露了。录音棚的那个席梦思是哥们住着，有些感情没有结局，像这首歌没 hook。像商家失去了顾客，像太阳对没布克，都盼着老带新，但新队我得好好物色。每一次针锋相对，热血会在体内注射，但哪怕对手拿了奖，我也会真心祝贺。有没有胆量？够不够坦荡？不只要敢想，而且还要敢唱。如果敬酒不吃，那现在喝罚酒的老弟。如果你想反抗，就试试我的拿手好戏。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D to the shine。随便几个回合，我配合你的规则。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D to the shine。一切都是虚荣 ，money 只是 paper。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D to the shine。既然拿我没辙，就躲进你的龟壳。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D to the shine。你茂盛的顺宇宙的鱼壳，别忘记了晃。听到这个前奏 ，I hip hop 的 DNA 都动了。我回来之前 ，Top One 的位置就得空着。看我一击击中吧，让这里天摇地动吧。想翻我片的西边，你们就别做梦了。我接受批评和质疑，如果你有根据，如果你有证据，如果你走起来全靠自己，靠山靠天靠地靠父母，全都靠不住。你看终点线在我脚下，那你得绕个路。哈哈，我靠白手起家，被舆论敲过头，也曾把青春抵押，甚至想掉过头。你梦里面的他们在等我先出手，被我欺负过的 rapper 都想回来报个仇。在聚光灯下，让我说点真话，我跟他们差的不止身高，还有分叉。有些哥们真上，迎着各种声浪，像 RPG 在中文说唱的游戏里称霸。我继承了我妈的睿智和我爸的孤傲，展现出 Biggie 的随性，用着 Tupac 的粗暴。他们看到我来了，像犯了错的孩子，表面强装出镇定，内心却开始了哭闹。他狂妄自大，完全是自编自导，像孤芳自赏，也像是庸人自扰。被逼得进退两难，不知该如何是好。不就是 problem 来欣赏我的第一视角？听那些歌在 club 仅限于那种场面，我们的歌在全面耳机里说唱交响乐，作词听不了两遍，作曲靠浏览网页，口笔看大信息差，我直接就把它网页。热气的安静，也许会有钻石镶嵌，热血的古 old day 时常让我想念。失去和得到，往往会随时间清醒，不如就忘掉错对，像儿时看的港片。这一拳20年的功夫，都给我 pass out pass out pass out， 那些话是预言还是预言？都给我 pass out pass out pass out， 这条路是终点还是起点？给今天每一个人鼓掌，台前幕后的，别把愤怒当热血，别把热血当无知啊 ！Boom！踩过坑，太多针 ，bro 想绊住我的步伐，但我撑住了喷，涌出人内心的复杂。是32是战士的是机灵，也是同情。有始有终，有盼头的是激情伴我同行。Passion， 人们向踏雪后的样派。Passion， 哪怕后头红中到唱 ，Give me passion，show me passion。Be a legend， 跟沉默的时代当头一棒，听着风险和挣扎到无法靠岸的地步，冒着有伤风化的风沙进行。冒犯的艺术不就是傲慢的语录，茂盛的圣宇宙的鱼像宇宙。我看过山外山，还有楼外楼，我惺惺相惜的人站在楼外头，君不见天上泼下的黄河水，但别说你没见过我这么狂的嘴，都给我 pass out pass out pass out， 这些话是预言还是虚言？给我 pass out pass out pass out， 这条路是终点还是起点？
宇哥也带来了一个狠货。对。哦，也开心了，回来喽，回来喽！宇哥那个夸张，舞台很夸张，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我刚认识宇哥的，我在视频里看到宇哥的样子，戴了个红色的帽子，然后穿成那样，然后地上，然后突然就出来。圣宇这首歌的信息量很大，结构也非常复杂，用他自己擅长的方式去表达他自己的态度，这是一个特别完整的、很有圣宇的自己特点的一个舞台。很棒的一个舞台，技术性很强，然后也很有胖子。但我觉得跟前两个舞台比，缺点意思，差点意思。对，因为看过太多牛的舞台了，再看第三个宇哥上去，可能会觉得有点落下来。他的编排还是比较早一些的感觉，没有太多的新鲜感。就我听下来，可能没有太多的很猛烈的感觉，就是听完我感觉有点平。来吧，巅峰财团，现在开始投票，20秒钟倒计时开始。挺有冲击力，现场。我把票投给了圣宇，我觉得他这个舞台还是挺有创意的。后面把那个衣服脱掉之后，又进行了一个节奏上以及一个氛围上的转变，我觉得也挺丝滑的。这场宇哥可以说是火力全开，拿出他的所有看家本领，我被他的现场深深的感染了。他的现场是非常的炸裂的，尤其今天是最后一个舞台，他给到了我们足够燃的爆点。见到了他以前的战斗模式的样子，非常是盛宇老师的 vibe， 非常的燃，非常炸，所以说我把这一票投给盛宇老师。这一轮我没有给盛宇投票，因为我觉得盛宇的 flow 以及他这个歌曲的风格，我真是感觉这么多年还是那个感觉，让我感觉他有点没有进步。我没有把票投给宇哥，因为我觉得最后他那个舞台我觉得有点乱，然后只是为了炸而炸，然后他整体内容也没有出什么新的，还是他以前的老一套。投票结束，来吧，我们的赛事组。我是把这票投给了盛宇，非常有劲儿，然后也非常有竞技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综艺竞技，就像体育竞技一样的，所以说他的舞台也很重要。然后每次其实我觉得盛宇的舞台设计都有一些亮眼的地方。今天换装那个部分，就让我一下觉得这个舞台可以，好的，所以说我把票投给了盛宇，谢谢。我觉得宇哥这次也带来一手狠货呀！真的在今天的最后一个舞台，看到一个这么有激情、这么有感染力的一个舞台，我没办法不把票给你，我也投给你了，宇哥。我今天对盛宇的所有期待都在舞台上看到了。Let's go, let's go, boom bang！ 所有东西，包括你对舞台的掌控，包括你的展现，我觉得你已经把所有的能量都花在刚刚的那个舞台上了。我觉得太酷了，我投了。谢谢。你看看，只要是新生代，他就上高度；前辈他就放着夸。我觉得特别好，把我给说醒了，说兴奋了，对，我投了，谢谢。我也投了，虽然宇哥的 flow 可能有点老了，但是在舞台上还是很能打的。我觉得这个舞台的冲击力和这个感染力还是很强的。谢谢。好，那接下来就看一下大家的投票情况到底是如何的。那么接下来把这一轮的 Repeater 和 Bridge 请到我们的舞台中心。缓着，来，让我们看看3位中到底谁可以去到名人堂。首先来看的就是 Repeater 的票数。当时最高票158，那我觉得我这个舞台肯定也是在150到160之间的这么一个区间。
来，直接看大屏幕，请看。153票。感谢。不低，153其实不低，悬哦，生意悬哦，悬。回来吧，彼得，回来吧。俩老哥打小孩，我感觉 Peter 得回来了。来，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Bridge 的票数。马上猜 Bridge 165，我猜162。我会是最好的。一，对自己的自信；第二，这一次拿的麦克风，即使你戴着耳返，台下在给你疯狂的欢呼，你就知道这首歌它已经稳了。其实挺慌的，因为可能在我看来，3个舞台都蛮接近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想赢嘛，当然想赢。请看大屏幕。163票。太疯狂了，那全场最高了。上了，下，多秀。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我用尽了我的全力，唱出了我想唱的，我表达了我想表达的。但是，你说服不服？那我永远是不服的，我以后依然会向名人堂这个位置去挑战。就如果老布只有前半段，我估计还是 Peter， 但他后半段就太有说服力了，主要是 Bridge 那边能量密度太高了。Bridge 那个是挺唬的，挺唬人的，好凶。Crazy， 我会觉得乔哥就稳稳上去了。相当之高的票数。哎，我身高就是163，我突然想到了。没必要在这上面说哥。来吧，让我们看一下剩余的票数。很紧张，我来过2次了，每一年的打法、大家的排兵布阵、化学反应都不一样了。我也把自己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都是捏着一股绳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赢。尊重宇哥，没有太多去想那一刻的感觉。我觉得盛宇会上名人堂，这个也难说，感觉我感觉Bridge赢了，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请看大屏幕。150票。150票。不至于吧？最低了。就我没想到我的分会比 Rapid 的低，这个比完还是感觉后生可畏吧。我感觉整体的实力甚至比巅峰1还强，大家的适应能力、新的曲风，我感觉到了压力。我就会觉得你是一个38岁的说唱歌手了，你得珍惜38岁还可以跟他们一起角逐的机会。来到这里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赢。从这里到这里，到那里，到你最后还坐在那里，加油吧！让我们恭喜 Bridge 可以去到我们的名人堂。去吧，哥，早该去了。谢谢你们送我上去，对不起。老布实至名归啊！你没有话可以说，他这个舞台，他就是这样能量的选手，他就是会在你最疲惫的时候给你打上一针兴奋剂的人。对不起，
对，熊啊，熊。他这个真的是我感受到了那个鸡皮疙瘩一下起来，然后有一个汗毛倒立的感觉，就窜一下往头上窜的那种感觉。是，今天上来了，这本来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来到的地方，我只是说到做到了。我们只是轮换了一下，哎，师傅早安，爸爸，我把你们的份一起带到了。我俩换一下吧。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老婆，谢谢你这一次录制你一直都在，很难过。在6月3号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纪念日，我跟你说了我要站上来送给那天我们的纪念日，但是迟到了，但这个承诺我也说到了，这也是你的位置，老婆，谢谢你。谢谢 Bridge， 同时我们把掌声给到功夫胖 Bridge、蛋壳、Strawberry， 我们这一轮名人堂的4位 rapper， 恭喜各位！我去，我被洗牌了。我其实很高兴看到名人堂上面不是全是 OG， 有我们新生代的人在上面，坐在上面别下来了 ，Barry， 在上面等着我，好吗？等着我。最让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件事就是他 Barry 在上面，因为大家都是有自己经验的 rapper 在那儿比，然后最小的那个小伙子赢得了那个位置。我觉得这会是他职业生涯不会忘掉的一个环节，祝他好运。这一轮名人堂，我觉得就是实至名归。胖哥，湘江词王，论资历、论写词、论嗓音、论舞台经验，他该坐在那儿。何总的腔调是一直拿得很死，唱的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我觉得 Bridge 上去顺理成章，理所应得，他在舞台上掌控力太强。现在名人堂的阵容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现在只剩1个座位了。我是需要2个，另一个用来放包的，现在是有问题的，但包没地儿放了，他们都得下来。他本来就是运气好而已，这个运气好只是1次的，运气不可能第2次再好了。戳，都打。好了，我们本轮名人堂挑战赛已经全部结束，那么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淘汰拯救赛。谢谢各位，我们下一场再见。野狗帮内战，蛮务实的。输家与输家之间又要产生对打，而且这里面都是之前组队一起的，就是感觉大家这样互相厮杀，有点残酷，非常不舒服。这个是属于闹情绪的不舒服，因为毕竟就是我不觉得自己会进到淘汰待定区这么一个环节。我觉得就生死攸关了呀，应该要展现自己最拿手也是最真实的这种面貌，把这个我最厉害的作品拿出来，有点不安，替我的对手感到不安。谁要那么倒霉碰上我了？我想赢，我要赢，我就是要赢，我要走下去，我要活下去，我让我代表啦啦队最后的这个意志战斗下去。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说唱热歌 Top 3即将揭晓 ，Top 3 Forever 永不凋零，蛋壳 Brand B 白景逸 ，Top 2问爱 Yami 郭颖。Top 1 Code 45列居45号，蛋壳。
网易云音乐热歌榜单即将揭晓 ，Top 3电子布洛芬 A3 纳奇沃夫。忍住你会更疯狂，你的痛。Top 2聊聊翁杰、温 J、佳木。Top 1的 gentlemen 绅士们蛋壳、Winsty、徐颖。来网易云音乐全民热推说唱巅峰对决2026歌曲，让好歌燥起来！汽水音乐说唱热歌榜单即将揭晓 ，Top 3敬昨天、敬今天、敬明天，李大奔、奔走、Shark、米尔艾丽。Top 2聊聊翁杰、温 J、佳木。Top 1电子布洛芬 A3 纳奇沃夫。咪咕音乐说唱热歌榜单即将揭晓 ，Top 3马桑树下、阮子儿、叶润泽、早安。Top 2聊聊翁杰、温 J、佳木。Top 1的 gentlemen 绅士们蛋壳、Winsty、徐颖。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本赛段为淘汰拯救赛 ，Let's go！ 排名后3位的 rapper 直接淘汰。生死攸关了呀！我就想用我觉得最帅气的 hip hop 在这个台上赢一次。好帅啊！我真的不想再输了，不想让他们因为喜欢我而感到丢人。我们会从路边一条一直往上攀登的，这就是我们野狗帮的理念。无语，野狗帮内战有点残酷。我觉得狗叫声好大。巧了，我自己这首歌是写给猫的。我们来看看谁才是人类的好朋友吧。真是猫狗大战，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吓哭了。能得到一个台前工作的认可，也是一个很大的 respect。我今天一定会尽全力，给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佳木，惊艳一下，替我的对手感到不安。谁要这么倒霉碰上我了？我想的只有胜利一次。最厉害的作品拿出来了，让到所有人。我要活下去，我要让他们知道小白长大了。今天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我觉得现场更厉害。可能设计感和观众的互动竞技性上差在了这里，能把控住安静的歌的状态，我觉得更能彰显演唱上的实力。为什么 backing 这么大？不用觉得奇怪，因为这个不是给觉得奇怪的人听的歌。最终的结果到底是如何呢？请看大屏幕。开饭啦！直接来一把获奖感言，假想一下，现在好意外，好惊喜。能不能自己做，剩下4个先下去。我终于能够发了，终于够到了。我说白了，越努力越幸运。拉提压力。欢迎来到我要上巅峰，有请 rapper 们上场。你的声浪指示。雪碧说唱巅峰对决2026联合微博发起说唱巅峰对决2026舞台推荐活动，上微博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进入话题页参与活动，推荐每期节目中你喜爱的舞台。每周 Top 1的舞台将解锁微博直播或空降等专属福利。
巅峰赛事回归，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六18点抢先见证说唱名人堂席位争夺战。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日12点共同参与赛后欢乐饭局。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五12点一起见证新力量强势来袭。上微博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感受说唱舞台魅力。上微博参与说唱巅峰对决2026观后感活动，分享你的节目感悟。上微博参与说唱巅峰对决2026舞台推荐活动，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享真体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来爱奇艺投稿说唱巅峰对决2026，二创视频赢现金奖励，韵脚碰撞，态度拉满，发弹幕见证巅峰时刻，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百度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说唱巅峰对决2026，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上前程无忧51 Job 找好工作，祝你职场 C 位出道。上虎扑搜说唱巅峰对决2026，为你喜欢的舞台评分。爱情。